男人每天的 KPI 竟是和99个女人相亲，上到99岁的小仙女，下到18岁的小姑娘，不管是倾国倾城，还是歪瓜裂枣，哪怕是圆柱体，只要性别是女，一律来者不拒。原来男人意外绑定相亲导钱系统，每相一次亲，账上就多出一笔软肋币。由此他开启了漫漫相亲之旅。在公司李姐的强烈建议下，齐洛去见了第一个相亲对象，可刚进门，他就被眼前的女人惊呆了。来相亲都不知道整理一下，他居然嫌弃我，谁给他的勇气？你就是李姐介绍的齐先生吧？简单介绍下，我有个12岁的儿子，二婚不想生孩子，但要38万8的彩礼，少1分都不行，将来还得给我儿子买车买房，你能做到吗？听，女主就位，相亲正式开始，半小时后，宿主可获得10万元奖励，半小时内主角离场，相亲失败不会获得任何奖励。齐洛听到这里，强压心中的3昧真火，原地打了一套军体拳。得，为了那10万人民币的奖励，还是先忍着吧。是的，我都能接受。我听李姐说你的工资是8000多一个月，8000多一个月，李姐这是把我兼职的收入也算上吗？不过她是怎么知道我有兼职收入的？是的，有点少，确实是少了一点。结婚后我要照顾家庭，没法上班，只靠你这点工资，恐怕连1个月都活不过吧。扎心了，老铁，你也别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啥条件呀？就这数，你1个月多少？3000多，我是因为要带孩子被耽误了，要不然月薪过万，轻轻松松。月薪才3000也好意思张嘴说我，可真是世风日下，也不怕闪了舌头。我爸妈还给我准备了50-60万的结婚基金，只要我结婚，那些钱马上到位。我现在还在租房，听说你也是租房，结婚后我们得有婚房吧？买，我爸妈名下有3套房子，卖掉其中2套房，在这边买一套31厅的房子，全款拿下。房产本上能不能加？加你的名字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能不能加我儿子的名字？我勒个去，真是小刀拉了屁股，开了眼了。难道我长得很像冤大头吗？为了钱，我忍。那当然加。我们要是结婚了，你儿子就是我儿子，当然应该加他的名字。在齐洛的鼓吹之下，这位梅小姐的眼睛越来越亮，本来冷着的一张脸上逐渐的有了笑，连着上了几道珍贵名菜。齐洛愣是一口没吃，看着眼前大快人的你，他默默闭上眼。我勒个亲爱，这相亲到底啥时候能结束啊？遭不住，真是遭不住啊！恭喜宿主达成第1次相亲成就，奖励人民币10万元。随即，他的手机响起了一个甜腻的声音：支付宝到账5万元，支付宝到账5万元，2次5万元，正好是10万，奖励已经到账，终于不用再忍这个女人了。梅小姐，你问了我这么多，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梅小姐莫名的有一些紧张，坐姿都正了一些。你来问吧。豆腐脑，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喜欢吃咸的？啊，我喜欢吃甜的。对不起，我喜欢吃咸的。梅小姐，我们不适合。不是，这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吗？甜党和咸党，这是势不两立的，立场问题不容混淆。那我也可以吃咸的。随意更改立场的人，典型的叛徒，谁敢跟你在一起生活？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告辞了。齐洛说完，便华丽丽的转身离开，大踏步走出了餐厅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这不就是个豆腐脑的吃法吗？至于吗？看着那个男人消失的门口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尖叫一声：你还没买单呢！这一顿饭都是他点的，加上酒水，价值几千块钱，那可不是他能够负担得起。马上离席要追回去。对不起，您还没有买单，不能离开。不是我，是那个男人买单。你们不赶紧过去追他，他跑了，就没有人买单了。门口有一个服务员追了出去，过了一会儿回来，向里面那个服务员摇了摇头，显然是没有追上。那位先生已经离开了，这个单得由您来买。你们赶紧去追呀，追不到去报警呀！哪有让女孩子来买单的？不好意思，我看到点菜的时候都是您在点菜，而且这桌上的饭菜，那位先生连一口都没有吃。这顿饭既然是您点的，也只有您一个人吃，那这个单就只有由您来买了。啊，那个男人脱单了，你们不去追他，你们来压迫我这个女人，你们怎么这么爱男呀？我也是女人，我也会啊。您这样没用的，你要不就想办法让那位先生过来买单，要不就自己把这个单给买了，别的方法都没用。你们等一等，我去叫他过来，没上的菜先不要上了。他没有齐洛的电话，也没有他的微信，只能给介绍人李姐打电话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拨了几次电话都拨不通，脸上的汗黄豆一样的一颗一颗的啪啪的往下掉。这要是叫不来人买单，那就得我来买了，这我哪负担得起呀？这个时候，齐洛正在给李姐打电话，将和梅小姐约会的细节尽数相告，听得李姐连连叹气。等齐洛打完宿主电话之后，李姐就接到了梅小姐的电话。李姐，你介绍的那个人是个骗子，跟我一起吃饭，他竟然不买单就跑了。大妹子，小齐是我的同事，我们在一起共事了几年，他的为人我清楚得很，是一个老实孩子。我把他介绍给你是一片好心，可不是让你把他当冤大头整的。第一次见面，八字都没有一撇，你就点几千块钱的菜，还吃不完，打包带给你儿子吃，连茅台都点上了。有你这么做人的？相亲的不都该男的买单吗？我以前相过那么多次亲，都是这样的呀。原来都是这样的，难怪你一直相亲都不能成功。就这样的做法，谁愿意跟你在一起？那真的是瞎了眼了。齐洛回到了家里，躺在床上，看着支付宝新到账的10万人民币，心情相当的愉悦。获得10万人民币的奖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教训了一个贪婪的女人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双喜临门了属于是。他对这个相亲系统也产生了极大的好感。相亲好呀，得相啊。看着支付宝
欣赏了几分钟，这才打开微信，点开好友列表，找到一个备注名小峰好友，发了一条消息过去，在吗？过了一会儿没有回复，他又发了一条，不是找你借钱的，不好意思哈，兄弟，刚才正在洗碗呢，没看到你的消息，找我有什么事呀？还钱，这次打算还多少呀？全部还给你。兄弟，你这是发财了。钱支付宝给你转过去的，注意查收。不是，兄弟，你就借了我5万块钱，转那么多干嘛？利息啊，借了几年了，总得给点利息吧。你小子现在可真是有出息了，终于把所有的债都还完了。1周前，他还是泡面汤都要煮干净的终极穷鬼，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为人形一条鸡，不仅分分钟还清了巨额债务，还顺便给自己做了一套终极死。原来男人前不久绑定了相亲搞钱系统，经过昨天的不懈努力，终于成功获得了自己第一笔底金。第二天一早起来，齐洛刚刚睁开眼，就收到了系统的消息：丁，解锁新的相亲奖励，第2次相亲可以获得一对最健康的肾。切，这奖励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？最健康的那一对肾，不就长在我腰上吗？丁，累计进行10次相亲，可获得500万人民币奖励。500万人民币，这个亲我相定了，耶稣来了都挡不住我说的。上班的时候看到李姐，没等她开口，齐洛就先塞了一个红包过去。李姐，虽然昨天的相亲很失败，但你还是进了新的，这是我的谢意。你这也太客气了，都没有成功，还给我红包，这个不行，下次遇到好的，我给你介绍。那啥，今天能介绍吗？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啊？昨天才上过1次当，怎么今天又要相亲了？是这样的，这不很快就要过年了吗？我妈跟我说了，不带个对象回去，不让我进家门。为了能有个家回，我得找个对象才行。明白了，我会给你好好的物色一个的，这一次一定给你挑一个好的。你这孩子挺好的，唯一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太穷了。扎心了，姐。齐洛当初选择来这里工作，就是图一个轻松稳定，只是后来上班多久，前女友就确诊白血病，也就开始了苦逼的兼职工作。平日里下班后去送外卖，周末2天，白天做日结的快递分拣，晚上给人做家教。以后3000好几的工资，我一个人花，一天120块钱，怎么花得完？根本就花不完。还有成功相亲10次，500万的奖励，未来的人生不知道会有多幸福。下班回家后，齐洛先是计算了一下手中余额，然后下楼吃饭。债还完了，手上还有2万多余额，我要犒劳一下自己，吃一顿好的。我要去吃汉堡，吃巨无霸套餐。下楼的时候遇到了正在挨家挨户收房租的房东太太。咦，齐老师，今天怎么出去的这么迟？现在才接到单吗？我以后都不会再送外卖了。你这是发财了吗？没有，就是把所有欠的债都已经还完了，不想那么累了。恭喜啊，齐老师！那你周末还给我家子轩辅导功课吗？房东太太有一个女儿叫严子轩，11岁，正在读6年级。齐洛周5、周6晚上会给她辅导功课，不给钱，但是免除她的房租，这也是为什么房东太太见着她要叫她齐老师的缘故。这个没问题的，那就太好了。像你这么耐心的家教老师可不容易找了。到了汉堡店，齐洛点了一份巨无霸套餐，开吃之前给妈妈发了一个视频通话信息。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你怎么舍得主动给我打电话的？这不是快要过年了吗？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日思夜想的宝贝儿子今年准备回去陪你过年了。我以为什么好消息，原来是你这个好吃懒做的家伙准备回家了。我跟你爸2个人在家过得不知道有多轻松，一点都不欢迎你。妈，我问你一个事，我都快30岁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对象，你就不着急吗？急呀，为这事我跟你爸经常愁得睡不着觉。光愁有什么用？你得帮我找呀。发动你的老闺蜜，跟你一起跳广场舞的那些伙伴给我介绍介绍。我这一次回去，如果一个相亲对象都没有，那我就不得不批评你了。你这个妈做的很不称职。好，给你安排。等你回来，马上就给你安排几场相亲，行了吧？几场？那太少了，给我多安排一些吧，我要相10个。行，只要你愿意，100个都给你安排。挂断电话后，齐洛便美美吃上了期待已久的巨无霸套餐。到了周5，李姐终于和他提起了相亲的事。小齐，昨天我一个闺蜜跟我说，她有一个表侄女在这边上班，跟你年纪差不多。我跟她说了你的情况，她也挺满意的。明天周6，要不你们约个地方见一见？李姐，你是我亲姐，就在 XG 咖啡吧，反正咖啡也不算太贵。行，姐，那咱就说好了，明天下午和她见面。下班之后，齐洛回家吃完饭就出了门去给房东太太的女儿做家教。到了房东太太家，看到他们母女正在吃饭。齐老师，你吃了没有？下班的路上就已经吃了。学到哪里了？考试成绩怎么样？齐洛跟小女孩说话期间，偶尔几次眼角余光看到房东太太，发现她有时候锁着眉头，好像有些不开心的意思。房东太太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？等子轩吃完饭，齐洛就跟她进了书房，给她辅导功课。隐隐约约的听到外面房东太太在阳台给人打电话，好像有着争吵，甚至还有哭泣的声音。你妈妈今天怎么了？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不高兴。跟爸爸吵架了。为什么呀？这段时间爸爸吵着要跟妈妈离婚。那么漂亮，还那么温柔，为什么要跟她离婚呀？因为爸爸在外面找的那个阿姨想要跟他结婚了。你爸爸在外面有了女人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前2天那个阿姨带着个弟弟找上门来了呀，还说不想再受这个委屈了。反正爸爸的心也不在妈妈那里，赖在这里不走没意思，要妈妈跟爸爸离婚。我明白了，没想到这小三竟然带着私生子上门找茬。齐老师，我就要没爸爸了。不要伤心，你妈妈会对你更好的。我不伤心，我爸爸一直都不喜欢我，嫌弃我是个女孩子。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转变的。齐老师，我就要没有爸爸了，你能当我爸爸吗？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因为你对我很好呀，你从来没有骂过我，只会夸赞我。我妈妈是世界第1好的，你就是世界第2好的。你们要是在一起，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。我对你好，那是因为你是我的雇主，我必须得为你提供服务呀，我的小公主。
齐老师，做我的爸爸好不好吗？小孩子不要乱说话哦，小心让你妈妈听到了揍你。妈妈才舍不得揍我呢，妈妈对我最好了，而且你跟妈妈在一起，一定也会对妈妈好的，她就不会受那么多气了。休息够了，我们继续学习。齐老师，爸爸，别乱叫，认真的学习。补习从晚上7点多开始，到了10点多才结束。离开的时候，房东太太将齐洛送到了门外。我究竟要不要安慰一下房东太太呢？哎，算了，还是装作不知道吧，万一越了界可就不好了。送走齐洛后，关上了房门，房东太太就呆呆地立在门口，没有继续伪装自己的情绪，两行清泪从眼眶里流了出来，无声地哭了起来。子轩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没有给你一个完整的家，你爸爸不要我们了。妈妈，没事的，爸爸不要我们了，那就找一个新爸爸啊。刚刚齐老师跟我说，他喜欢妈妈你，他想要做我的新爸爸。看不出齐老师平时挺正经的，竟然还有如此龌龊的想法。我喜欢齐老师做我的新爸爸。你不要乱说话，这个不可能的。齐老师他说喜欢你呢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回去的路上，齐洛连连打喷嚏，他不知道被一个11岁的小女孩在背后编排了那么多，直到是天气冷了。看来我真的是老了，也没有多冷，身体就承受不住了，喷嚏打个不停。看来是时候换一对更健康的肾了，一切都要指望明天下午的相亲了。3天前还虚的跟纸片似的他，不过是去相了个亲，回来竟气血奔涌如龙，只觉浑身是劲，恨不得立刻找座山来扛一扛。原来男人不久前绑定了一个相亲搞钱系统，这次的奖励不只有钱，还有一颗世间独一份的健康肾。齐洛骑着电驴到了约定地点，又等了半个小时，女方才姗姗来迟。不好意思，来迟了一点，让你久等了。哇塞，这简直是天仙下凡呀，又这么有礼貌，比上一次的梅小姐好多了。叮，女主就位，相亲正式开始。半小时后，宿主可以获得一对这个世界上最健康的肾。半小时内主角离场，相亲失败不会获得任何奖励。不要紧，我也是刚来，咱们坐下聊。简单介绍下，我姓黄，是一家公司的文员，爱好烘焙、旅游、美食、音乐，每年都要出去旅游几次，看几场演唱会。要培养出这样的爱好，你的工资一定很高吧？兴趣爱好这种东西跟工资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你觉得这些爱好不好吗？很好，从这些爱好可以看得出来，黄小姐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。齐先生，你平时都有些什么爱好？哇，是啊，竟一时间想不起自己有什么爱好，我喜欢什么来着？你不会连爱好都没有吧？有的，我喜欢运动，经常出去跑步。哦，还有呢？我喜欢阅读。哦，还有呢？运动还有阅读，这不都是很健康的爱好吗？为什么他如此不屑呢？该不会是因为这样的爱好不花钱就可以培养吧？还有摄影，俗话说摄影穷3代，单反毁一生，这是公认的烧钱的爱好。我对摄影也有一些兴趣，什么时候可以一起交流一下？没问题，什么时候交流都可以。你摄影平时都用的是什么镜头呀？我习惯用的是大尼镜头。大尼的那应该很贵吧？也不是很贵，现在就几万块钱的样子。还有一些什么爱好呢？自驾游。这个挺好的，有空的时候出去逛一逛，放松一下心情，很不错。对呀，离开我们生活的地方，去别人生活的地方，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来看别人的生活，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。你的是什么车？新能源车，电瓶车应该属于新能源车吧？为什么买新能源车？绿色环保，我们只有这一个地球，我们要爱护这个地球，降低碳排放，人人有责。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觉悟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有的觉悟。什么时候能带着我一起出去自驾游吗？没问题，只要你有空，随时都可以。不就是开着电驴带着他出去兜风吗？多大的事情？齐先生，你对超前消费怎么看？我可不能接受超前消费，你不喜欢欠债的感觉。看着黄小姐这一身行头，加上这些烧钱的兴趣爱好，齐洛硬是把要说出口的话憋了回去。我觉得超前消费这是一个比较进步的观念，早消费早享受，还能促进国家经济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是吗？我也是这样觉得的。挺好的。我听李姐说过，你以前有过一段恋爱，那时候你的女朋友得了白血病，你花了几十万给她治病，是不是真的？确实有这样的事情。你对你女朋友真的挺好的，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。哎，陈年往事不提也罢。如果现在你喜欢的女孩子欠上了几十万的债务，你愿意帮她还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她肯定会爱你爱一辈子的。结婚还债，传说中的存在被我给遇见了。当然不一定是结婚还债，人家只是说会一辈子爱这个给他还债的男人，并没有说要嫁给对方。这不是把人当冤大头整吗？看了一下时间，相亲才过去20来分钟，这个时候不适合把话说得太难听，只能忍下来。我觉得爱情不是拿金钱来衡量的，任何拿金钱来衡量爱情的，都是对爱情的亵渎。如果我喜欢的人欠下了几十万的外债，而我又有那样的能力，那我肯定会替他偿还。这是一个恋爱脑，有戏了。你说你喜欢听音乐，能推荐一首你最喜欢听的歌给我吗？听完一首歌，差不多相亲时间就完成了，我简直太聪明了。行啊。在齐洛拿出手机准备搜歌的时候，黄小姐的眼神瞬间变了。齐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手机？看上去好像有一些历史了。是啊，用了几年的手机。为什么用成这个样子了还不换呀？是舍不得换吗？确实有一些舍不得，这是他送我的。和齐先生，这是还没有放下你的前女友吗？也不是放不下他，其实这几年来我已经把他放下了，我没有放下的只是那一段时光。齐洛轻轻抚摸着手机屏幕上的裂痕，眼神里充满了回忆。那个时候我们爱的是那么的纯粹。那该死的恋爱的酸臭味，所有的恋爱脑都该下地狱。齐先生，你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。都过去了，不要再说这个了。但你这台手机实在是太陈旧了，是不是应该换一台新手机了？确实该换手机了。黄小姐顿时又变得愉悦了起来，她觉得换手机不是纯粹的换手机，这是在表达她已经放下了那一份旧的感情，选择了迎接新的感情。你准备换什么手机啊？我对这个没有研究，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？我觉得最新出的那款水果手机最好。黄小姐正兴致勃勃给齐洛讲这款手机的配置，黑科技的，但齐洛的眼神却在
逐渐变冷。怎么啦？黄小姐，我真的很欣赏你这样的女孩子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给我推荐这么一款手机。你知不知道，现在米国正在跟我们打贸易战？没有想到大是大非场，你竟然是这样的立场，我太失望了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告辞了。谈得好好的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，怎么就因为这个手机的问题闹崩了？爱国情绪这么高昂的吗？看着齐洛转身离去，他追了过去。齐先生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不爱国，我只是觉得这一款手机比较好一些。你要是觉得我们应该支持国产品牌，那你买菊花手机，我也觉得很 OK 的。爱国是一个人的底线，底线问题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不是一种人，三观不合，勉强在一起是没幸福的。说着便从容离去。黄小姐追到了门外，还想解释，但很快就看到他跨上了一辆电驴，顿时失去了解释的欲望。这就是他说的新能源车吗？没钱还敢硬装的小瘪三儿，我呸！已经获得了这个世界上最健康的一对肾，而且离500万的奖励又近了一步。被一个背负着几十万债务的捞女骂一句，那又何妨？获得最健康的一对肾后，齐洛感觉腰间都是暖洋洋的，好像有很多无处安放的青春要释放。齐洛路过一家菊花手机专卖店的时候，想起确实需要买一台手机了，便把车停到了外面，进去买了一个价格最高、内存最大的手机。在拿出手机付款的时候，看到李姐发过来的消息，小黄刚刚发微信给我，把你骂了一顿，说你是个骗子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姐，真是一言难尽，后天上班我们细说。小伙只是去做了一次家教，就意外多出一个女儿，不仅乖巧可爱，还要买1送1，将富婆妈妈介绍给自己。旁边的兄弟们都羡慕不已，纷纷感叹小伙的土狗是运，但只有他知道里面藏着难以言说的秘密。买完手机，齐洛便开启电驴回了家，洗完澡后躺在床上休息，突然收到房东太太发过来的一条绿泡泡。齐老师，我今天家里有点事情，你能不能早一点过来，把子轩带出去玩几个小时 ？OK， 没问题，我马上就过去。说着，他就跨上电驴赶往房东太太家。这是我特斯拉的车钥匙，你待会儿开车把子轩带去步行街，我微信转你1000块钱，你们随便玩，可以回来的时候我会发微信跟你说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齐洛说完就牵着子轩出门上了电梯。你妈妈今天有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让我把你带走？跟爸爸谈离婚呗，他可能是不想让我看到他们两个吵架。齐老师，妈妈跟我说了，她已经决定要跟爸爸离婚了，你的机会来了。小孩子，乱说啥呢？我对你妈妈可没有那种意思。现在你可以有那种意思了。没有，以前没有，现在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你为什么不愿意做我新爸爸呢？是我妈妈不好吗？你妈妈很好，是我配不上，我确实配不上，而且我也没有喜好人妻的爱好。可我觉得你们很般配呢。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齐老师，你好油哦，居然被一个小女孩嫌弃了。我妈妈那个年纪的人一定很喜欢你这种油腻的男人。你这是在夸我吗？我在说实话。开车到了步行街附近，打开车门的时候，听到不楚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说：佳佳，我跟你说哦，今天我去相亲，遇到了一个很装的小瘪三儿。怎么听起来好像是在说我呢？该不会是那个黄小姐吧？好吗？冤家路窄，还真是个有心情的。黄小姐也看到了正从特斯拉驾驶位上下来的他，两个人四目相对。他还真有新能源车，不是那辆小电驴，难道他真的是一个有钱人？齐先生，这就是你的新能源车吗？这不是新能源车吗？可他是特斯拉，他也是米国的品牌。齐先生对自己和对别人可是有点双标在身上的。特斯拉不一样，特斯拉的马先生他妈都住在咱们这边，他是爱中国的。凭什么特斯拉就可以不一样？凭什么水果就不行？难道酷先生他就没爱中国吗？他妈没来咱们这边住，这就是差距。什么时候酷先生他妈也来咱们这边定居，那我就可以承认水果手机是一个好品牌。现在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和用水果机的人交朋友。子轩闻言偷偷的将右手衣袖往下拉了一些，掩盖住自己的水果电话手表。他不愿意和我妈妈在一起，是因为我妈妈用的水果手机吗？我回头得跟妈妈说一说。齐洛没有去理会黄小姐，绕过去将子轩那边的车门给拉开。公主请下车。黄小姐倒是没有觉得这个才10来岁的小女孩跟齐洛有什么，还在气愤着齐洛的双标，要跟他理论。可是打量了一下小女孩的穿搭，突然就失去了理论的勇气。一个小女孩会穿得这么昂贵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她家里很有钱，不在乎那些东西。齐先生，刚刚说我多有得罪，那咱们改天再约呀，这次一起讨论爱国品牌。不必了，早就说过咱们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齐洛关好车门，牵着子轩的手离开。那个男的是谁呀？一个朋友。朋友之间说话这么冲的吗？还是说现在对朋友的定义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？前不久还在一起喝了咖啡的。我跟这样优质的男人谈过对象，你有吗？那你们怎么这么说话的？就是因为关系好才可以这么说话呀。好像也挺有道理的。那你这个朋友有没有找对象呀？要是没有的话，可以介绍给我吗？他在择偶方面挺苛刻的，难怪网上都说防火防盗防闺蜜，原来真的是这样的。我觉得我也不赖。高科技的胸有什么好炫耀的？你说你今天相亲遇到了一个小瘪三，那又是怎么回事呀？算了，别说这个了，咱们别背后说人，我们逛街去吧。这不是你自己提起来的吗？齐洛带着子轩走进了步行街，房东太太给了他1000块钱的活动经费，他当然不会把这个钱给昧下。子轩想吃什么买什么，老师都给你买。真的吗？老师，那我要这个。子轩手指的方向是一个2万多的洋娃娃。我的天，2万多，就算我愿意贴钱，也没那么多钱可贴。子轩，我们是中国人，不玩洋娃娃。哦，齐老师，你不会是没钱吧？别这么说，老师现在手上有你妈妈给的1000块钱活动经费呢。我把数字说的这么明白，暗示着小姑娘消费不能超过这个额度的目的应该达到了吧？齐老师，你很穷吗？子轩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财富不是衡量人的唯一标准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君子不穷，小人穷斯滥也。齐老师，你是不是很穷呀？是。很穷就找一个富婆呀，找到一个富婆了，那不就不穷了吗？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喜欢推销他妈呢？我妈妈挺有钱的。齐洛为了避免尴尬，拉着他往路边小吃摊走去。肚子饿吧？想吃什么你说，我给你买。用吃的把这孩子的嘴给堵住，省得他在那里叭叭。
来到这一边，子轩果然就没时间来说那些了，这个也想吃，那个也想吃，不一会儿时间他手上就拿不下。我妈妈从来不让我吃这些，她说是垃圾食品，吃了对身体不好。可是这些真的很好吃呀。齐洛见过几次他们母女俩吃饭，清淡为主，一看就营养健康。那么营养健康的东西，长期吃着确实也会有一些乏味。不过以前子轩没吃过这些东西，突然吃这么多，会不会闹肚子？你妈妈是对的，这些东西吃了对身体不好，偶尔吃一点垃圾食品可以，但是也不要吃太多。我知道了。肚子吃饱后，两个人找了个地方休息。齐洛拿出手机看了一下消费，点开微信看账单的时候，看到李姐发过来的消息。小黄刚才又给我发消息说，对你有一些误会，让我转达一下对你的歉意，问能不能约下次见面。你们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让我有一些迷糊了。能让这位黄小姐改变态度的不是我，而是那辆 T 斯拉，那是超能力的作用，跟我本人没关系。她有几十万的债务，希望我能帮她还。我明白了，不好意思哈小琪，下次我一定给你介绍一个正常的。这个年头，正常的女孩子大概是被男人抢着要，流落到相亲市场的恐怕没有。看看时间还早，他又带着子轩去看了一场电影，看完电影出来，时间已经10点多，都这么晚了，竟然还没有消息。随后又带着子轩去商场抓娃娃，到了快11点的时候，还收到房东太太发过来的消息。齐老师，麻烦你带着子轩回来吧。开着车把子轩送回去，房东太太脸上还是带着微笑，但脸色颇有一些憔悴。也不知道是经历了什么，我也不好去问，过分的关心就显得有点居心叵测了。谢谢你了，齐老师。不用客气。今天跟齐老师出去玩的开心吗？很开心呀。齐老师，明天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子轩？我明天白天可能都没空照顾他。没问题，这是离婚的事情还没有谈妥。小伙与美女房东共进午餐，筷子也如泰山，手机却忙成了加铁林，对着面前美食就是一顿咔咔乱拍。毕竟舌尖未动，镜头先行，是现代社交的餐桌礼仪。第二天一早，齐洛就收到了系统消息：解锁新的相亲奖励，成功完成第3次相亲，可以获得8级拳高手的奖励。现在又不是冷兵器时代了，当然是犯法的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，也没必要去参加武术比赛。不过好歹是增加了一门技艺，也行吧。起床洗漱之后，给房东太太发了一条消息：我现在可以过去接子轩了吗？可以过来了。你吃早餐了吗？没有的话，来这里吃，我给你准备一份。好的，谢谢。齐洛开着小电驴到了翡翠花园，进门的时候看到子轩已经坐在了餐桌上。齐老师，今天准备带我去哪里玩呀？去儿童乐园怎么样？好呀。吃完早餐，齐洛又接过了那部 T 斯拉的车钥匙，把子轩带了出去。我妈妈准备明天去民政局和爸爸离婚，今天要找律师过来谈。离婚后我妈妈就会变成一个很有钱的女人。齐老师，你要加油哦。你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呀？我想有一个爱我的妈妈和一个爱我的爸爸。这一天，他们上午在儿童乐园玩，中午去吃了一顿鸳鸯火锅，下午开着车到了海边，在沙滩上散步，还用新买的手机拍了一些照片和短视频。要是妈妈在这里，那就太好了。这个小女孩虽然家境优渥，但得不到父亲的爱，或许就是她最大的遗憾吧。到了晚上6点多，房东太太发过来一条消息：你们吃晚饭了没有？还没有，正想着去哪里吃呢。我也没吃晚饭，我们一起吃吧。我在金陵路的粤海楼等你们。好的。粤海楼是本地很有名的高档粤菜馆，最擅长做的是海鲜。走了，回去吃饭去。我还想吃火锅。晚上不吃火锅了，你妈妈刚刚发来的消息，去粤海楼吃海鲜去。又是粤海楼呀？从海边开车过去，开了半个多小时的车，这才到粤海楼。妈妈，我今天玩的超级开心，齐老师还给我拍了很多照片。谢谢你呀，齐老师。这孩子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少这么开心的。妈妈，我喜欢跟齐老师一起玩。以后让齐老师多带你出去玩。妈妈，要是你也在一起，那就最好了。房东太太脸一下子就红了，齐洛也感到一丝尴尬。还好，没过一会儿，菜就端上来了。江姐，这道菜我可以拍个照吗？这样虽然很 low，但却可以在朋友面前展示一把。可以拍呀，每一道菜你都可以拍，想怎么拍就怎么拍。房东太太为了感谢他帮忙照顾女儿，一共点了10来道菜，3个人根本就吃不完，没吃完的菜也贴心叫来服务员打包，让齐洛带回去。这么多呀，我也带不回去啊。我把我的那辆 M 莎拉蒂开过来了，你就开我那辆 T 斯拉回去吧，周末再开过来。齐洛拎着大包小包走了出来，把那些食盒都放到了后备箱，然后跟母女俩挥手告别，开着房东太太的 T 斯拉回了出租。回去的时候，齐洛第一件事不是洗澡，而是挑了9张他觉得最有逼格的菜品照片，发在了个人主页。周末吃点好的，犒劳一下自己。发布的时候想了想，又将房东太太给屏蔽掉。他应该能够看得到吧？不知道他看到了会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。那个他当然不是房东太太，而是那个嫌弃他穷跟他分手的前女友。一直没有删掉联系方式，就是要告诉自己，总有一天我要出人头地，让你看到当初放弃我是一个多么愚蠢的想法。第二天，他开着那辆 T 斯拉上班，公司有停车位，可以免费停车。哇，小齐现在有车了。小齐，你的车真漂亮。小齐，我们同路，下班的时候捎我一下呗。不是我的车，朋友的，让我开几天。见到李姐后，又是一个几百块的红包给过去。你看这都没给你介绍成功，你还这么客气？成不成功那是我和女方的问题，只要介绍了，那就是李姐你的功劳，这个还是要感谢的。你放心，这一次不成，下一次我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。小齐还挺大方的，每次介绍都给几百块钱的红包，这得多给他介绍几个。李姐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用在工作上面，而是在四处打听有没有打算相亲的女孩子。
上午，齐洛接到了小峰打过来的电话。兄弟，你现在是不是搞到了什么发财的门路？没有啊，我还是在原来的地方上班。我看你昨天发的主页吃的那么好，今天又开上车了，这不是发财了吗？那辆车不是我的，昨天吃的那些海鲜也不是我买单，我那是周末帮人带了2天孩子，人家请客感谢我，车也是人家的。真的？都是兄弟，我骗你干嘛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小峰是他的高中同学，光实力没有复读，就跟着他叔去做泥水工、装修。齐洛刚毕业，小峰已经是年入10-20万的小包工头了，还娶了一个漂亮的媳妇，妥妥的人生赢家。要是真混的可以就好了，这几年经济不好，买房的人少，有钱搞装修的更少，基本上接不到活。这么严重？慢慢来吧，等以后经济恢复了，买房的多了，搞装修的也多了，你的事业又会起来的。这几天他就开着 T 斯拉上下班，感觉比骑着小电驴上下班要爽多了。什么时候相亲奖励变成奖励一辆豪车，那就完美了。星期三上班的时候，李姐给他发了一条绿泡泡。今天下班后你有没有时间？现在我比较清闲，只要不是周末，下班后都有时间。我这边有一个20多岁的女孩，做电商的，她父母跟我认识，我说了你的条件，她父母还挺满意的，女孩也说可以谈一谈。你今天下班要是有空的话，不如就见个面聊一聊，看看合适不合适。我没有问题，就我这样的条件，你确定他父母挺满意的？你也不要妄自菲薄，虽然穷是穷了点，但咱们是国企员工，工作稳定，退休福利也好，还是有一些人羡慕的。那好吧，不管人家是怎么想的，愿意跟我相亲就行。对这一次相亲的奖励并不是很感冒。8级拳高手，现代社会要这个做什么呀？过了一会儿，李姐又给他发过来消息，跟女孩说了今天和你见面，现在让你选择见面的地方，打算在哪里啊？湘菜馆行吗？我问一下，那边说可以，他也喜欢吃辣的。齐洛当下就给湘菜馆打了一个电话，订了一个包间，然后发给了李姐。3天前，他还是人妻，只是相了一次亲，竟成了身负失传绝学的武人，分分钟撂倒几百斤。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能靠相亲无限变强的心。你是李阿姨介绍的那位齐先生吗？你是冯小姐吧？是我。丁，女主就位，相亲正式开始。半小时后，宿主可以获得8级拳高手奖励。半小时内主角离场，相亲失败不会获得任何奖励。齐洛把冯小姐迎进了包间，开始点菜。我听说前些天你相过一次亲，那个相亲对象一下子就点了几千块钱的菜品，还点了一瓶茅台，是不是真的？确有其事。你不怕我也这样做吗？看得出来不是这样的人，要不我怎么会选择这一家湘菜馆呢？我还真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。他点了一个剁椒鱼头，一个辣椒炒肉，齐洛都有点不好意思，又点了4个菜。点这么多菜，我们2个人吃得完吗？吃不完不要紧，可以打包带走。齐先生，我感觉你是一个好人，有些话我不想瞒你。接下来应该不是什么好话，请讲。我并不想结婚，我这一次过来相亲，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家里。我还以为有什么坏消息要宣布呢，原来就是这个，能够理解。冯小姐，你现在正是拼事业的时候，确实不适合为了结婚耽误自己的事业。谢谢李姐，这一次耽误你的时间，让你来陪我演这场戏，我非常的抱歉。这一次吃饭就由我来买单吧。哪有让女士买单的道理？我们 AA 吧。AA 最好，谁都不吃亏。冯小姐，你条件不差，年纪也不是很大，为什么你家里那么着急要逼你出来相亲呀？我就是随便问一问，不方便说可以不说的。我喜欢女人。21世纪听到这样的事情，有这么惊悚吗？没有，并没有感觉到惊悚。我尊重这个世界所有不会妨碍到别人的爱好。那你为什么咳嗽的这么凶？刚才被口水给噎到了。这是帮我完成第3次相亲的人，可不能把他得罪了。你人挺好的，如果我不是喜欢女人，我也许真的会跟你处下来。可是我并没有结婚的想法，没你说的那么好。我到现在还是单身一个人，已经很能说明情况了。那是有的，女人太肤浅，只知道盯着钱看，觉得你拿着那几千块钱的死工资就看不上你了。确实也有这个原因。那样的女人我见太多了，我前面几次分手就是因为钱的问题，所以我现在在努力的挣钱。啊，你一个女的也会遭遇到那些吗？为什么不会呢？他们觉得我是男性化的一方，就应该承担起男人的责任。现在你遇到的应该是一个不物质的女孩子了吧？这个恐怕还是有一些物质的。前几天他去跟人相亲了，被我发现了。啊，男的女的？肯定是男的。现在像我这种愿意做冤大头的女的还有多少呀？你女朋友难道不是跟你一样的爱好吗？有相同的爱好，但钱才是她的真爱，跟真爱比起来，别的都没那么重要。你撞见了，然后呢？我跟他吵呀，然后他哭唧唧的跟我说，选择跟男的相亲，还不是因为我没本事，不能给他一个好的保障。那现在分了吧？没分。是因为很快就要过年了，要把她留着过年吗？我是个舔狗，还是舍不得她？那她一定很漂亮吧？跟漂不漂亮无关，我是真的喜欢她。哦，真是一个死舔狗。你做电商，一个月工资有多少？我们收入不稳定的，看销售数据，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有几万块，差的时候2、3千。那比我强多了，我一个月到手收入4000都不到。冯小姐直勾勾看着他，若有所思。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？没有，我在考虑一个问题。你不会看上我了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我喜欢的是女人，对男人一点兴趣都没有。那就好，
你这个表情吓了我一跳。你放心，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的。我不是那种双性，我就是喜欢女孩子，我的取向永远都不会改变。那你现在可以说一下你在思考什么了？我觉得我们可以处下去。你刚才不是说绝对不可能的吗？你骗我！你不要误会，我的意思是，这种相亲可以继续下去，这样我家里以为我正在谈对象，就不会催我了。你也可以拿我来当挡箭牌，这样对我们双方都好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们才不一样，我是系统在催我，不知道跟一个人重复相亲是共计一次，还是每一次都算作一次有效相亲呢？万一可以的话，那岂不是省了很多麻烦？也不是不可以，过几天找机会试一下，可以就长期合作下去。他向父母交差，我向系统刷爆。如果不可以，那就算了。齐先生，合作愉快。冯小姐，合作愉快。为了后续的合作，两个人还加了微信。下一次再相亲的话，可以少点几个菜，免得浪费了。咱们只是在父母面前做了一场戏，没必要那么铺张浪费，就当是日常的吃一顿便饭。这样挺好的，你现在这样的收入，应该不至于在乎这一点吧？谁说不在乎的？我还要多攒钱准备彩礼呢。啊，齐洛很惊讶，你平常给钱他花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要给彩礼？女的跟女的也要彩礼的吗？人家要保障啊。多少？68万8。我天，男的娶老婆也不用那么多彩礼啊？因为我不是男的，他说社会压力太大了，他需要更多的保障。那你为什么？我是舔狗，我活该。舔狗不得好死啊，兄弟！如果不是爱得太深，谁又愿意当舔狗呢？丁，恭喜宿主完成第3次相亲，获得8级全高手奖励。系统的奖励如期到账。虽然现在是文明社会，不需要打打杀杀那一套，但他能感觉到身体素质确实提高了很多。吃完饭后，齐洛去买单，冯小姐要跟他 AA。要不下次再 AA 吧，这一次算我请你，你吃的也不多，而且打包这些菜你又不带走，全被我带走了，跟你 AA 不大适合。要是能通过和冯小姐刷系统的 bug 反复的刷系统奖励，这点钱简直可以忽略不计。我不喜欢占别人便宜，那样显得挺没品的。算了吧，你还要攒钱准备彩礼呢，就别逞这个强了。吃完饭出去，齐洛手上又提了几个食盒。你那个朋友对你真好，这么好的车也舍得借给你开。我要是有这么一辆车，说不定能吸引一大堆妹子的目光。瞧你说的，没有 T 斯拉，难道我就吸引不到妹子的目光吗？算了，我还是不说实话，实话有点伤人心。当然可以。丁，解锁新的相亲奖励，成功完成第4次相亲，将获得1辆车的奖励。1辆车的奖励，这个好啊，能拥有属于自己的1辆车，当然是最好的。就是不知道和冯小姐合伙刷相亲 bug 的计划行不行得通。兄弟，今天还相亲吗？今天和女朋友约了，改天吧。好吧，有时间你通知我一下。时间转眼到了周五，齐洛收到一条房东太太发来的消息。齐老师，今天你能早一点过来给子轩补课吗？我想让他早一点补完课，早一点睡觉。没问题，我吃完饭就过去。齐老师，好想你啊。你妈妈呢？妈妈在厨房里做饭。齐老师，我妈妈已经在跟我爸爸打离婚官司了。打离婚官司？为什么还要打官司？真笨，为了分钱呀。我爸爸就不想给妈妈钱，只想给这一套房子和他开的那2辆车。你爸这么过分的吗？他在外面找了女人，离婚分财产属于分的少的那一方，怎么还有脸给你妈分那么少呀？看着我妈妈性格软弱好欺负呗，可是他没想到这一次我妈妈不想忍了。你妈妈是对的。我爸爸知道妈妈请了律师要跟他打官司之后，前天还找上门来跟妈妈说房子和车子还是妈妈的，再给1000万，让他不要打官司了。这还是不公平。是呀，所以妈妈没答应，爸爸又跟他吵了一场，砸了好多东西，还要打人，妈妈报了警才把他赶走。确实需要防备一些。齐老师，你现在那房子住着还习惯吗？还习惯，该不会那几栋房子没他的份，以后我再也捞不到免费的房子可以住了吧？要是觉得房子小，住的不习惯，可以来我这里住。啊，好呀好呀，齐老师来这里住最好了，天天都可以给我辅导功课。啊，这个要怎么回答呀？这几天有人上门闹事，我怕子轩有危险。齐老师，你能不能搬过来住几天？我给你算工资，住1天500块钱，怎么样？住在这里，一不小心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。可房东太太人那么好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免了房租。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。好啊，还从来没有在这么高档的小区住过呢。要不我今天就住这里。太好了，等会儿我把那个空房间收拾一下。麻烦你了，江姐。不麻烦的，你能留下来给我们壮胆，我很感激你。过了没多久，突然就听到门外面有哐哐的砸门声。不会闹事的来了吧？你自己先学习，外面有点动静，我出去看一下。齐老师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别跟过来，说不定有危险呢。谁呀？什么事情呀？没有人回答，只是哐哐砸着门。再这样砸门，我就要报警了。这是我自己的家，我砸自己的门，哪个警察敢管？不要脸的，竟敢把锁给我换了！快把门打开，再不开门，我就将这门给砸了。是爸爸。你在外面有家，我们现在正要离婚，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我们只是准备离婚，这里还是我的家，我想来就来，你管得着吗？你上次来就砸了那么多东西，警察已经警告你了，今天又这样，我现在就报警。我回自己的家，你报警有什么用？警察能不让我回自己的家吗？你迟迟不肯开门，是不是藏了野男人，怕被我发现呀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，齐老师是子轩的家教老师，他才不是什么野男人。这么辟谣的吗？啊，原来真的藏了野男人。江月月，我们还没有离婚，你就找了野男人，还带到家里来了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开门！严振东，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。你有脸就报警啊？吃着我的，住着我的，把我的房子也换了锁，还养了个野男人在里面，你报警试试看，我看这一次警察怎么护你。你胡说，我跟齐老师清清白白的。齐洛叹了一口气，走过去把门打开。齐老师，你不要开门，他就是一个疯子。他污蔑我的清白，我可不能这样跟他算了。你就是那女人养的小白脸是吧？你别打人。话音未落，
只见齐洛已经将男人手臂给拿住了。8级拳高手的奖励还挺有用的。我只是一个做家教的，你们夫妻矛盾跟我不相关。可你想要造我的黄谣，污蔑我的清白，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那你为什么出现在我家里？你神经病呀！我是来给你女儿做家教的，我不出现在你家里，出现在哪里？我家不欢迎你。江姐请我过来的，你欢迎不欢迎有个屁用？齐老师是一个很好的家教，我都已经请他几年了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现在在这里含血喷人，你就知道帮小白脸说话。齐洛抓着他的手臂往上轻轻一抬，冲，你放手！嘴上不干不净的，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齐老师，你放手吧，别把他的胳膊弄断了。江姐，这是我对他污蔑我清白的惩戒，跟你没有关系，不要插手。放手，求求你放手！太痛了，胳膊要断了。还敢乱说吗？不敢了。还敢过来欺负他们娘儿俩吗？不敢了。滚远点吧，别耽误我给子轩补习功课了。严振东才获得自由，又冲着齐洛扑了过来。齐老师小心！齐洛一脚蹬在严振东肚子上，他倒退几步撞到对面墙上。齐老师，他不会有事吧？我有分寸的，不会出多大的问题。江姐，这门口的监控是好的吧？是好的，前天他来闹事，把监控砸了，我又换了一个新的。那就没事了，监控可以拍下来，我是正当自卫。那就好。不要以为你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，我呢什么都没有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要跟我耍横，我不介意跟你1换1。严振东怕他来真的，转身快速离开。齐老师，他这样会不会受伤啊？不会的，只是很痛而已。我不是担心他，我是担心他本来就喜欢我。我要是跟他说我担心他会被抓起来，那他岂不是要误会我也喜欢他了？你去给子轩补习功课去吧。行，那江姐我先回去了。他其实挺好的，如果我当年遇上的是他，应该会过得很幸福吧。等我跟离婚了，就是自由的了。他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接受。齐老师，你真的好厉害，没想到你打架也这么厉害。你老师我可是8级拳高手，就他那样的10个8个还进不了我身。哇，老师你好厉害，老师你能教我吗？学这个很辛苦的，女孩子家的，学这个做什么？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，这样才能够保护妈妈不被坏人欺负。江姐，吃完饭我得回去一趟，拿一些换洗衣服过来。你开着这个去，快一点。吃完饭，齐洛就开着车去了出租房，收拾了一些个人用品回来。齐洛提着包从车上下来，车门都还没来得及关上，就听到脑后劲风袭来。糟糕，好像有人伏击我。身子往旁一闪，一根钢管砸到了车门上，车窗玻璃被震碎，周围冲出了5、6个拿着钢管冲向齐洛。保安，这里有人打架。他往地面方向跑去，突然看到一根钢管从身边飞过，手一伸顺势将其抓住。没有办法了，既然武器在手，那就和你们比划比划。齐洛停下脚步，没2秒，一个大汉就抡着钢管砸向他肩膀。他身子一晃，躲过了这一棍，手中钢管抡在那人右手腕上。后面还有5个大汉继续向着齐洛这边冲，他握紧钢棍，只用了10几秒钟就将他们全部撂倒。随后拿出手机通知房东太太：江姐，你快下来，地库出了点事情，你的车被人砸坏了。好，我马上下来。打完电话后又报了警，房东太太到地库后，第一眼就看到了被砸坏的车门。齐老师，你在哪里？这里是怎么回事？我在这边跟保安大哥谈一些事情。齐老师，这是怎么了？这几个人不知道受了谁的指使，在停车位那边埋伏我，手里都拿着钢管。我刚从车上下来就对我一顿关爱。你没受伤吧？没有，我好歹有点武术基础，就这几个阿猫阿狗想要干翻我，不可能的。之前我还吐槽系统给的这个奖励没用，现在看来这个奖励是最有用的。你真的没有受伤吗？我闪得快，他们都没打到我。报警了没有？已经报警了，不知道警察什么时候过来。你打伤了他们几个，不会有问题吧？我刚问了保安大哥，停车场的监控都没坏，事发区域都在监控覆盖范围内，应该可以证明我是正当自卫。你放心，真要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会找最好的律师帮你打官司的。谢谢，应该不至于吧？唉，都是我拖累了你。不关你的事，是那个指使的人太丧心病狂了。没过多久，几辆警车开过来，看到现场6个大汉躺地下。这是你照顾的，你是不是练过？以前练过一段时间的8级拳。都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警察同志，我这个应该算是正当自卫吧？我都没有主动攻击过他们，把他们放倒后，我也没继续攻击了。这个我没有资格判断，会有专业的人来判断。只要你说的属实，那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我说的绝对都是真实的，这个有车库的监控可以作证。录完口供后，齐洛就离开了。不过伤了几个人，不能说是完全的自由，被限定这段时间不能去外地，还得随时接受传唤。齐老师，没什么问题吧？没什么问题。我看到严振东也进来了，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把他给抓进去。恐怕没那么容易，人家那么有钱。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是啊，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那几个伏击我的人，不就是冲着严振东的钱来的吗？妈妈，齐老师，你们去哪里了？车子出了点问题，报保险去了。吃饭的时候，房东太太接到了严振东的电话。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今天车库的事情，你不要追究了。凭什么不追究？齐老师差一点就被你叫的人给照顾伤了，5、6个人拿着钢管来伏击他，这个时候叫我不追究？你不要乱说话，那不是我叫的人。不是你叫的人，你怕啥？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你们不要追究。我也劝他们不要追究，离婚的条件我可以放宽一些。凭什么？离婚的事情你是过错方，这件事情也是你指使人干的。不要血口喷人，不是我指使人干的，是你外面那个女人叫人干的，是吧？不是他指使的，是他堂哥，跟他没关系。我跟他堂哥无冤无仇，人家会无缘无故的做这种事情吗？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有了。你说话跟放屁一样。前2天你来家里闹了一通，在警察那边承诺不会再过来找麻烦了，结果昨天又过来。不是我找的人，我已经骂他了。他也说只要你们这边到此为止，他也不会再做什么了。
凭什么他想做就做，想收就收呀？真要逼急了，他什么都做得出来的，我也管不住。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那就更应该把他关进牢里去。你现在用的房子车子归你，那几栋出租楼归你，另外再给你1个亿做补偿，保证以后再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，怎么样？那还是不公平。我问过律师，打官司我得到的都不止那些。你别听律师胡说，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，真要打起官司来，那家公司将变得一文不值。但你这个太不公平，我不接受。额外转2个亿不够。江月月，见好就收得了。你嫁给我的时候啥都没有，能分你那么多东西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你要觉得不行，我们就法庭上见。你想要多少？房子、车子归我，那几栋出租楼也归我，额外补偿5个亿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。那太多了，我没有那么多钱，也不可能给你那么多。那就法庭上见呗。回到餐厅，才吃了几口饭，严振东又打电话过来，他随手挂掉，打了几次，挂了几次，等饭吃完了，又一次打过来。我不想跟你说什么了，你还打过来做什么？就按你说的做，今天这件事情不要追究了。行，下午让你的律师和我的律师去谈。5个亿我暂时筹不出来，最多2个亿，剩下的我可以打欠条，1年内付清。那也行，就用你那家公司做担保。打完电话之后，房东太太找到了齐洛，跟他说起了自己接的这2个电话的内容。我觉得挺好的，只要他们能保证以后不会再做这种事情，退一步也无所谓。这一次让你遭遇到了这么大的危险，是我的不对。没什么，反正我也没吃亏，1打6，打伤了几个，过了一把瘾，还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，这样也挺好的。跟他离婚后，我会补偿你的。离婚后来补偿我，这是啥意思？以身相许吗？你不要误会了，我说的补偿是等他给的钱到位之后，我给你补偿一些现金。哦，原来补偿的是钱，这样倒也挺好的。我没有误会，我想的就是这个。信你才怪！我出了这么大的力，怎么也得有个18000的补偿吧？双方律师按照各自雇主的要求，开始商量具体的离婚条款。拟定条款后交给双方查看，你双方看看对手拟条款是否满意。这些条款可以，我没意见。我也都同意。你找的那个小白脸还挺厉害的，居然那么能打。没有，对你们的意很失望吧？这有什么好失望的？本来也不是我找的人，你还是想想怎么保护好自己吧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齐老师，现在他们太疯狂了，我也有点担心他们做出更疯狂的事情。这几天你能不能帮我接送子轩上学放学？没问题，反正我上班时间比较晚，把他送去学校后再上班也不迟。放学的话，我跟公司请假，应该也没太大问题。你能不能这几天都请假，不去上班？为什么？我一个人在家里也害怕。这个我会给酬劳的，不能让你白请假，1000块钱一天，怎么样？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就是从来没请过假，怕给领导带来不好的印象。2000块钱一天。我说了，不是钱的问题。江姐，你一直这么帮助我，就算领导对我印象不好，我也会留下来保护你几天的。谢谢齐老师。星期一，齐洛先是开车去送子轩上学，下午2点又送房东太太去法院打离婚官司。江圆圆，你还说跟他清白的，现在都不逼人了，带着他来法院，难道这也是家教老师应该提供的服务吗？还不是给你们逼的，要不是你们搞那种下三滥的事情，我也不用让齐老师请假来保护我了。呵呵，我不管你们的纠纷，我拿钱办事，但是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不要牵扯到我了，不然有你好看的。严振东见状，立马闭嘴。我不是怕他，我一个穿鞋的，没必要跟他一个光脚的对着干，太不值得了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就进去打官司了，齐洛则等在门外。听说你请假啦？是的，还想着今天晚上跟你相个亲的。早知道这样，不请那个假了，抽出时间跟对方相个亲，也是一下可不可以刷系统的吧？下个星期也是一样的。那好吧，有空再约。齐洛从下午2点半等到了4点，终于看到房东太太出来了，但似乎不太开心。怎么样了？离了。是按照协议来的吧？是的。那你怎么看起来不是很开心的样子？做了10几年夫妻，然后就这样离了，怎么能开心得起来呢？他那样对你，你还这么依依不舍呀？没有，不是，我只是在想，我这10几年忍气吞声、兢兢业业的，算什么？怎么就跟了这么一个男人呢？你现在满意了，跟了我10几年，赚到了几个亿，大多数做企业的都没你这么赚钱，你也算是创业成功了，现在可以跟你喜欢的小白脸一起生活了。我可没有说你，我说的是小白脸，你别对号入座。房东太太抱住了旁边的齐洛，往他嘴上亲了一口。是，他就是我的小白脸，你满意了吧？大姐，你来真的呀？我就知道你们有一腿。江月月，你这个不要脸的，还好意思说我是过错方，要多分钱。我们走，不要跟这种小人一般见识。这种情况下好像也不能解释什么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跟江姐都是一边的，不能做那种类似的事情。背后，严振东还在那里怒骂，副驾驶位上的车门都拉开了。齐洛觉得不能吃这个亏，我不能被他那样骂。算了，我们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不行，我就要跟他一般见识。齐洛说完，便2只手捧住了他的脸，狠狠的一口亲了下去。啊！后面严振东更愤怒，齐洛这才松开了房东太太。你求人得人了。随后绕到车子的另一边，拉开了车门。江姐，上车呀！哦，上车。房东太太手忙脚乱的系安全带，不敢去看齐洛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要占你的便宜，那个时候就是太气愤了，要刺激一下他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那样做的。没事，我也那样刺激了他一次，扯平了。这个好像我也没有吃亏吧？齐老师，我会补偿你的。啊？怎么补偿？我给你转10万块钱，当做你的精神损失。给10万块钱来补偿我，没想到补偿方法竟是这个样子的。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呀。
不用这样，我都说了没事，我是男的，又没有吃亏，你补偿我做什么呢？毕竟是有系统的男人，怎么能够吃软饭呢？如果没有系统的话，这口软饭我肯定吃了。我知道用钱弥补不了你精神受到的损伤，可是我没有别的东西来弥补你了，请你一定要接受我的道歉，一定要原谅我。我没有生气，跟你这么漂亮的人亲嘴，高兴都来不及，我怎么会生气呢？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他那意思是喜欢我吗？齐洛开着车，余光看到他娇羞的样子，莫名的有了一种愉悦的感觉。以前对他真没有什么想法，但现在都离婚了，不如……齐洛最后还是掐灭了这个念头。我齐洛，一个有系统的男人，怎么能找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第一胎女呢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成了别人的笑柄？车一直开到了小区门口，房东太太还没有动。江姐到了，可以回家了。这就到了，怎么不直接开进车库？江姐，你自己上去吧，我还要去接子轩，等会儿他就要放学了。哦，我忘记了，齐老师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明白。齐洛开车到了学校门口，很快就发现了背着书包出来的子轩。子轩，子轩，那个男的是谁啊？怎么从来没见到过？我爸爸。哇，你爸爸今天来接你了？我爸爸很爱我的。子轩跑到齐洛面前，扑到了他身上，两只手臂抱着他。爸爸，这孩子又胡说八道了。周围这么多人，我这也不能打孩子的脸呀。亲爱的小公主，上车吧。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消息？是你跟我妈妈亲上嘴了，还是牵上手了？小孩子的直觉这么准的吗？不是，齐老师，你真跟我妈妈牵上手了呀？没有，哪有这样的事情？你不要瞎猜了。那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呀？今天你妈妈跟你爸爸离婚了，下午法院判决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可太好了，齐老师，你快去追我妈妈吧。我妈妈那么漂亮，又那么有钱，你不追，会有很多人追的，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。齐洛洗完澡后，一时间竟不能入眠，脑海里老是闪过房东太太的身影。烦心动了，都怪日子过得太闲了，好不容易入睡，又梦到了房东太太，还是太年轻了。第二天一早开车送子轩考试，又送房东太太去办理财产转移手续。今天考得怎么样？考得很好，能拿第1名吗？我觉得有可能。你要是拿了第1名，我可以给你一个很大的奖励。什么奖励？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我想要一个喜欢我的爸爸。你不要乱说，齐老师。怎么又扯到我头上来了？多吃点菜，吃饭的时候少说点话。妈妈，你怎么不吃饭呀？你以后再胡说，我就不理你了。是你问我要什么奖励的吗？我问你要的是我能给得出来的奖励，不是我给不出来的。你怎么不问我要给你摘一颗星星呢？可是我不想要星星呀，我只想要一个喜欢我的爸爸。星期三，齐洛还是按照规定送子轩考试，然后继续给房东太太做司机，载着她去和严振东做一些财产转移的手续。不要以为你跟这个女人搞到一起了，你就多赚。这个女人年纪比你大，连生孩子都生不了，你就算跟着她过一辈子，又能怎么样？严振东，我们怎么样不关你事，你少在这里乱说。不敢承认是吧？一直不会下蛋的母鸡，指望哪个正常人能看得上你？有没有人看上也不关你的事情。齐洛挽住了他的肩膀，往自己怀里一靠。我家圆圆生了子轩，怎么就不能生孩子了？可不要胡思乱想，他就是为我出气，气一下严振东而已。但后面这10几年，他就没有再生一个，不就是有问题了吗？那也说不好是谁的问题，说不定是男方的问题呢。我在外面私生子都有3个了，你说是我的问题，当真可笑？那可说不好，你先做个亲子鉴定，再来说这种话。你放屁！我是不是放屁？等你做了亲子鉴定再来说。圆圆，我们走。你孩子才不是亲生的，你才没有生育能力。你看他无能狂怒的样子，像不像一条？房东太太突然踮起脚，亲了齐洛一下。狗男女，狗男女。过了10几秒，房东太太这才松开他，急急忙忙地躲进了副驾驶位置上。我是为了气他才这样做的。我明白，我也是那个目的。我也明白，这一次我也会给你转钱的，我不会白占你的便宜啊。上次说要转给你钱的，那时候我账户上还没那么多钱，今天可以转给你了。不用了吧，这样多不好意思，我又没吃亏。要转的，我现在很有钱了。看他的样子，好像不转点钱过来，自己的人生就有了很大污点似的。那你转我支付宝吧。好，您的支付宝到账5万元，您的支付宝到账5万元。一共收到了6次语音播报，每一次都是5万，加在一起就是30万。我现在就拥有几十万身家了。江姐，怎么赚了那么多？怎么不叫圆圆了呢？亲一次给10万，一共亲了3次呀，那不就是30万吗？可是有一次是我亲呀。那也是为了气他，那也算的。时间也快到中午了，齐洛把车开到了街道上。江姐，我们是现在回家去，还是在外面吃一顿？终于把这件事情解决了，可以喝点酒庆祝一下。你喜欢喝酒吗？我不喜欢喝酒，可是今天我想喝醉一次。齐老师，你能陪我喝一次吗？他这段时间承受的压力太大了，可能想要通过喝醉来释放一下压力。没问题，我舍命陪君子。我今天不想做饭，我们就买点熟食带回去吧。好。2个人才碰了一下杯子，房东太太就将杯子里的红酒倒掉。看不出来，他酒量还蛮大的。江姐，你喝红酒也这么豪爽的吗？好难喝，这酒真不好喝。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喝酒呀？也许不是喜欢喝酒，是喜欢醉吧。我也想喝醉，可我不知道喝醉了是什么样的感觉。你没喝醉过吗？没有。那你酒量真好。我以前没喝过酒。房东太太说着，又喝了一大口。没喝过酒？不是，江姐，你没喝过酒，你这么大口的喝，你不怕喝出事来啊？能喝出什么事情来呀？
江姐，要不咱们还是不喝了吧？我感觉你好像已经喝醉了。喝醉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感觉脑袋里好像有雾了一样。那就是喝醉了。哦，齐老师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啊，这要怎么回答？回答喜欢会让人误会，回答不喜欢好像又有点伤人自尊。齐老师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齐老师，你不要害羞，可以把你的真心话说出来。喜欢。这女人刚离了婚，心情不好，现在又喝醉了，还是哄她一下吧。齐老师，你不能喜欢我啊！这就是传说中的引蛇出洞吗？你不能喜欢我，我们不适合。哦，知道了，我们不适合。你还没结过婚，我离了婚，还带着一个孩子，我年纪比你大，齐老师，我配不上你。也不能这么算，什么时候我也成为别人配不上的男人了？齐老师，我知道你很好，可是我们真的不适合。我年纪那么大了，又那么笨，连孩子都不会生，什么本事都没有，我真的配不上你。你换个人喜欢吧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也许严振东经常用这些东西来扑啊他吧，时间长了，他自己也认同了这样的观点。江姐，你不要这么想，其实你很好的。为什么叫我江姐？为什么不叫我圆圆？是嫌弃我年纪大了吗？圆圆，其实你挺优秀的，完全没必要内耗。我不优秀，我真的优秀，他就不会出去找女人了，也不会那么嫌弃我。别喝了，你喝得太醉了。我就是想喝醉，我心里难受。那也不要喝得那么着急，要小口的喝，这样大口喝会很危险的。可我心里还是很难受。齐老师，你能不能抱一抱我啊？齐老师，抱一抱我，我好难受。好，抱抱。房东太太扑到他怀里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别难受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那个矮冬瓜有那么好吗？跟他离婚应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，有什么好难过的？齐老师，要是我以前遇到的是你，那该多好呀！你要是以前遇到的是我，未必就能有多好，我可不能给你现在这样优越的生活。齐老师，我也喜欢你，我这2天都梦到你了。说完便倒了下去，趴在桌子上睡了起来。江姐，圆圆没有回应，齐洛只能将他抱到卧室，轻轻放到床上。齐老师，你不要走。齐洛一个失神间被他带倒，跌坐在床上。齐老师，不要离开我，你陪陪我吧，好不好？看着满眼泪光的房东太太，齐洛已经完全克制不住内心的冲动。好，我不离开你。说完就吻上了房东太太的嘴唇。良久之后，齐洛从床上爬了起来。哎，孽缘呀，还是太年轻了，没管住身体。到了下午3点多，房东太太还在熟睡中。江姐，圆圆，这一会儿马上就要去接子轩了，可不能让他回来看到他妈妈这个样子。齐洛又找出一件睡袍给房东太太穿上，直接出门去接子轩。齐老师，妈妈说要带我去旅游，你要是能跟我们一起出去就好了。这个是不行的，没有时间，我要上班的。回到家，子轩没有看到妈妈在厨房里做饭，有些诧异。齐老师，我妈妈呢？你妈妈今天累了，在房间里睡觉呢。妈妈，我回来啦。你妈妈这些天为了离婚的事情心力交瘁，好不容易情绪放松了一些，你就不要吵她了，让她好好的休息一下吧。哦，齐老师，妈妈在睡觉，那我们晚上什么呀？要不我们晚上做一顿饭，做好了再叫你妈妈来吃。我不会做饭，齐老师，你会做吗？做倒是会做，只是没有你妈妈做的那么好吃。不会有毒吧？那绝对不会，我是我自己做的饭吃了那么多年，还活得好好的呢。那就我们自己做吧。晚上6点多，齐洛已经把所有饭菜做好，叫你妈妈过来吃饭。妈妈，起床吃饭了。吃饭？现在什么时候？现在晚上6点多了。哪来的饭？齐老师做的啊。齐老师为什么要做饭啊？我放学回来的时候你在睡觉，齐老师说你这几天累了，需要休息，就下去买菜做饭，做好了再叫你吃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怎么能叫齐老师来做饭呢？你就应该把我叫醒的。这个时候，他才想起中午和齐洛一起喝酒的事情，但记忆已经模糊，有些画面他也不能确定到底是真实还是梦境。我是怎么进房间睡觉的？是自己进来换上这睡袍的，还是齐老师帮的我？断片后那些很模糊的画面又在脑海里闪现着。难道那不是做梦，是真实发生的？难道我跟齐老师做了那样的事情？换好衣服从房间出来，看到外面一桌子的菜，在他记忆中好像是第一次有男人给他做饭。其实齐老师人还是一个挺好的人，要是以前遇到的是他就好了。子轩吃的很多，边吃边夸赞齐老师。房东太太看着这样的画面，也有一些恍惚。我们要真的是一家人，那该多好呀！一顿饭吃完后，房东太太主动的去洗碗，齐洛就带着子轩在客厅里看电视。子轩，动画片放完喽，快去洗澡吧。好呀，那我这就去。江姐，那我也先回去休息了。齐老师，你等一等，我有些话要跟你说。江姐，你要说什么？齐老师，中午我喝醉酒了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江姐，难道你不记得了吗？我不记得了，但我不是傻子，我知道你肯定对我做了些什么。不是，江姐，不能这么说呀。我承认，我们确实是做了些什么，可是这个你不能赖到我身上啊！你的意思是，那是我的问题吗？当时你喝醉了，你说你难过，说要我抱一抱你，我没办法，只能过去给你一个拥抱，来安慰一下你，然后你就抱着我哭起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又发生了什么？然后你哭了很久，就睡过去了，我就把你抱到你的房间让你睡觉。你那个时候看我睡着了，就我把你放到床上，要离开的时候，你又醒过来了，抱着我不让我走。真的是这样的吗？千真万确，我要是撒了谎，出门就被车撞死。我有那么不要脸吗？也许是你喝多了酒，喝醉了，确实比平时要奔放一些。比如你不愿意让我叫你江姐，非要我叫你圆圆。不要说了，你走吧，太丢人了。
他心里肯定会很看不起我，觉得我是一个不要脸的老女人。齐洛回到了自己的卧室，拿着手机思考之后的相亲计划，突然收到一条消息：齐老师，真的对不起，我没想到我喝多了会那么不要脸。不要这么说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你情我愿的，谈不上谁对不起谁。我给你补偿钱。江姐，千万别这样，这本来只是成年人的各取所需，你要是转钱，性质就不一样了，那就变成我在做有偿服务，这个万万不能。我那是喝多了酒，你不要怪我。这个事情没有谁对不起谁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都有需求。那个时候我也冲动了，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。要说对不起，那我也对不起你。明天上午我准备和子轩出去旅游，可能要过完年了才会回来。一路顺风，玩得开心。其实心里还是舍不得他们的，只是除了祝福的话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又过了一会儿，房东太太给他发来一条消息：你银行卡号是多少？给我发过来。江姐又要做什么？又要给我打钱吗？要我银行卡号做什么？上次在车库你被人伏击，我说了要补偿你的，现在钱也到位了，该兑现了。算了吧，你给的已经够多了。一码归一码，这个是我之前就承诺要给你的，我不能说话不算话。齐洛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银行卡号发给了他。他会转多少给我呢？银行消息，收到一笔100万元的转账。我天，真舍得呀！我就这样成为百万富翁了。江姐，你这个给的太多了。你不觉得少就行，因为你这个事情，严振东至少多给了我2个亿，给你100万不多。那就多谢江姐了。不用谢，应该的。第二天醒来时，房东太太已经在厨房忙碌。江姐，想好了跟子轩去哪里玩吗？子轩想看雪，准备带他去东北那边转一转。昨天晚上已经买好机票了。那得多带点保暖的衣服，那边贼冷。齐老师，我跟子轩吃完饭就出发，这房子你就先住在这里吧，我怕家里会进小偷。没问题，但是春节那几天我会回家，也不能一直住在这里。没事的，多住几天总要好一点。饭后，房东太太开始收拾行李，齐洛开着那玛莎拉蒂把母女俩送去机场。齐老师，我们明年见。明年见。他正准备回头走，看到房东太太已经将双臂张开了，只是看到他回头，又将双臂放了下来。齐洛朝他走了过去，给了他一个拥抱。注意安全，玩得愉快一点。兄弟，今天有空吗？你不是请假了吗？怎么现在没事了？是的，有空一起吃个火锅吗？可以多加一个人吗？多加一个人，什么意思啊？带我女朋友过去呗，你放心，我会跟你 AA 的，我出2/3的钱。问题是没问题，但我不是很理解，我们相亲为什么把你女朋友带上呀？怕他吃醋，我跟他说过这事，他有一些不相信，觉得我是在骗他。没问题。齐洛订了个桌，把火锅店地址发给了冯小姐。兄弟，不好意思，来迟了，这我女朋友姚锦如。我叫齐洛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啊，兄弟，你今天是不是又开着那辆 T 斯拉来的？那辆 T 斯拉前几天出了点问题，拉去维修了。今天开的 M 莎拉蒂来的。姚锦如听到 M 莎拉蒂4个字，眼睛彻底的被点亮。齐洛倒是有点失望，直到现在都没有听到任何系统的提示。看来靠着一个相亲对象不断的刷系统 bug 这条路是走不通了。姚小姐，我和冯小姐单纯兄弟关系，我也压根就没有结婚的打算，你不用担心。宝宝跟我说过，你们2个并没有真正的相亲，我也不是怀疑你们，就是想认识一下宝宝的朋友。那个怀疑我不忠，吵着要跟我分手，还要我赔偿青春损失费的，是你的第二人格吧？我跟齐洛就见了一面，感觉他不是坏人，聊得也比较投机，这才加了微信。我们相亲纯粹就是让双方父母放心，并没有别的想法。在我眼里，小冯就是兄弟，不可能对他有任何暧昧的念头。那齐先生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呀？我喜欢大波浪的女孩子。大波浪、非常直那种不行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好，这个无可厚非吧。再说，癖好归癖好，我并没有结婚的打算。为什么呢？结婚是一场冒险，我怕了。曾经被爱伤透了心。哦，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吗？往事不要再提。人生已太多风雨。好吧，不提这个了。下次我请兄弟你去吃烧烤，那家真的特别好吃。有机会了，请房东太太跟子轩去试一试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主要是齐洛和冯双宝说话，姚锦如一直保持沉默。你们先吃着，我去个洗手间。放心的去吧，我们不会把这些东西都吃光的。冯小姐身影消失之后，姚锦如直勾勾盯着齐洛。齐先生，能说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吗？在一家国企上班，混吃等死。我可不想对兄弟的女朋友太殷勤，那样很不好。丁，女主就位，相亲正式开始。半小时后，宿主可以获得1辆车的奖励。半小时内主角离场，相亲失败不会获得任何奖励。这样也可以的吗？就这么问了一句，就被系统判定启动相亲程序了？难道这个女人有了和我谈对象的念头？在国企混吃等死，那你是怎么开上 T 斯拉，又开上 M 莎拉蒂的？既然如此，那就想吧，拖过这半小时，弄到奖励再说。这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，我除了在国企上班混日子，有空的时间也会搞一搞自己的事业。什么事业？有时候是做一些教育咨询类的工作，做教培；有时候是寻找系统的 bug， 然后获得奖励。软件工程师，你居然还懂得软件？略懂一点。有时候也会给人提供安全防护服务。你怎么什么都会？也太厉害了吧！一般般，做了几年都没什么起色，也就今年才有点成绩。能赚多少呀？这个月大概有个100多万进账吧。齐先生，你真厉害！宝宝要是有你这么厉害就好了。冯老弟很优秀，比我优秀多了。我在他的这个年龄的时候，远远的不如他。齐先生，你这么年轻有为，追你的女孩子一定很多吧？为什么要走相亲的道路呢？
相亲是为了应付父母，他们希望我结婚，但我个人暂时不是很想结婚。为什么？结婚对你们男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吗？太冒险了，受过伤，不敢再相信这种东西了。但还是有很多结婚的人过得很幸福的，遇到了正确的人，肯定会比一个人过得更幸福。也许吧，但这个要看缘分。也许缘分来了，真的遇到了那么一个正确的人，那我也不会拒绝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女人才是正确的呢？我更喜欢内在美，显亮淑德的那一种，当然外在也不能丑。在你眼里，我算丑还是算美？很漂亮。你都没认真的看我。我跟双宝兄弟情同手足。我又不是你双宝兄弟的附属物，我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女人。这女人不简单，冯兄弟怕是要遭殃呀。很漂亮，我说真的。其实我性格也挺传统的，在家的时候喜欢做家务，喜欢自己做饭。宝宝一直都夸我，说我天生是个贤妻良母的料子。我听他说过好多次，挺羡慕他的。你喜欢那种没有工作，喜欢宅在家里的女孩子吗？对我来说，我的女人有没有工作这个不重要，我有工作就可以了。你真的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，现在这个社会上已经很少见了，能做你的女朋友，一定会很幸福的。你也很幸福吧？宝宝也很努力，他对我也很好，但是什么？其实我并不是喜欢女人，我跟他在一起是因为他跟我说没有我他就活不下去，我不想伤害到他，这才答应跟他在一起的。这样吗？现在我每一天都过得很苦恼，但在他面前我还要装得很开心的样子，好多次我都想要跟他坦白，但又怕他伤心难过。这个宝宝出来了，齐先生，刚才我们的话不要告诉宝宝了，我怕他会乱想。我明白。你们也不行呀，给你们这么长的时间，你们也没有吃掉多少呀。好东西不能独享，要等着你来一起吃。这兄弟找了这么一个女人，怕是又要经历一次失恋的打击。冯小姐回来之后，气氛又变得融洽了起来，三个人有说有笑的。这件事要不要告诉兄弟呢？说了又怕打击到他，不说又对不起他。恭喜宿主成功完成第4次相亲，获得奖励碧马七系大型豪华轿车1辆。碧马七系豪华大轿车，100万级的豪车，系统这么好的吗？笑得这么淫荡，在想什么呢？今天我妈给我打电话，说我家的狗生给我崽子了，总不能跟你们说系统奖励给我1辆车了吧？吃完结账，齐洛过去买的单，到了不远处那个停车场，姚景如看到了齐洛开过来的那2辆沙拉，从来没有坐过这么好的车呢。兄弟，你要努力啊，好好的工作，给弟妹买1辆 M 沙拉蒂。回去后我就上网搜一下，哪里有要剩的，我觉得可以卖掉1颗。齐先生，我们能加个绿泡泡好友吗？这种情况好像不加也不是那么回事，显得更心虚。算了，加就加吧。好吧，我扫你。加上微信之后，齐洛便上了车，开车回翡翠花园。谁把车停在我讲解车位上了？哎，不对，这不是我那碧马车吗？第二天一早，齐洛就接到了系统的消息：解锁新的相亲奖励，完成第5次相亲，可以获得这个世界上最健康的肝脏。最健康的肝脏，肝脏就肝脏吧，有一个健康的肝脏也是很好的。就是不知道第5次相亲找谁去，光靠身边人来介绍，效率确实有点低，我得开创另外的业务渠道。齐洛在网上搜了一下鹏城这边的婚介公司，便开始打电话挨个去问：您好，请问咱们这边婚介是怎么收费的呢？咱这边有几万块钱1年的，也有几千块钱1年的，这边推荐您可以选择价格稍高一些的，毕竟价格高，相对质量也好。我要便宜的，我走的是量，数量多就可以了，又不是真的要结婚，要那么高的质量干什么？咨询过后，他便开车去各大婚介公司缴费，1天之内办了6家婚介公司的会员，同时也获得了1年内相亲70多次的记录。齐先生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他还真给我发起消息来了，冯兄弟可真是不知啊。吃饭，介意多一个人吃饭吗？就做了1个人的饭菜，而且快要吃完了。晚上有没有时间呀？问这个做什么？周末宝宝都很忙，没有时间陪我，一个人在家里挺无聊的，你能不能陪我出去逛逛街？这样不大适合吧？哎呀，有什么适合不适合的？就是普通朋友一起出去逛逛街，吃吃饭，又不是做别的什么。不好意思哈，周末也是我业务最繁忙的时候，抽不出时间来。真的吗？齐洛没有回复他，而是给冯小姐发了一条消息：你女朋友刚刚给我发绿泡泡，说周末她一个人在家里很无聊，问我有没有时间陪她逛街。你要真有时间的话，就陪陪她呗。不是，兄弟，你是没懂我的意思吗？我懂你的意思，可是我相信你不会对我女朋友有想法。你真要准备吊死在那棵树上吗？我很爱她。那你知不知道她到底爱不爱你？我说不清，可她不一样，我很怕失去她。兄弟，恕我直言，你这有点太天狗了。哥，求求你，明天就陪着她逛街吧。她一个人在家也确实很无聊，无聊就容易胡思乱想。不是，兄弟，你现在已经填得这么抽象吗？我已经拒绝她了，真心建议你好好的考虑一下你们的关系。她值得。只知道男人很多舔狗，没想到女人也能舔成这个样子。转眼又到了周一，齐洛开着自己的碧马车去上班。齐洛又换车了？借朋友的车。什么朋友这么好呀？那当然是最好的朋友。上班没2个小时，公司的领导就过来找他。齐洛，你过来，有件事情要找你了解一下。难道我家请假的事情暴露了？齐洛跟着领导走进来一间办公室，里面竟有2个警察同志。我就是请个假，需要报警吗？齐洛啊，齐洛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老实人，还想着以后有机会提拔你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领导，都是我一时鬼迷了心窍，做出了这样的事情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再做了。呵呵，原谅你，犯了这么大的罪行，还要我原谅你？你就等着进去吧。不是，领导，这至于坐牢吗？你以为这是小事儿吗？现在警察同志都来了，
你就好好的交代你的罪行吧。你要记住一句话：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我不该请假的，那是请假的事情了，请几天假那算什么大事？至于让警察同志都找过来吗？我不该用我大舅去世的事情来请假，我大舅已经去世10几年了。你还在给我蒙混过关？不是请假的事情，那还有什么事情？我这段时间也没有顺过厕所的卫生纸了呀。你这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警察同志，这个人一点都不老实，不肯交代他的罪行，我是没有办法，你们来审吧。等等，我到底做了什么呀？我没权没势的，我能犯下什么罪行啊？我们接到举报，说你利用手中的权力给自己谋求私利，金额相当巨大，我们是过来查证的。不是，我有什么权利啊？我就是一普通员工，我有什么权利来给自己谋求私利？还金额相当巨大，就算我有那个心思，我能做到吗？谁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毕竟你是连死了10几年的大舅都能拖出来再死一次的人。你这几天是不是收到了一笔巨额的转账，还发到了朋友圈？确有此事，有人把你这个朋友圈截图举报到了我们这边。据我们了解，你1个月到手的工资还不到4000块钱，请问那100万是怎么来的？肯定是出卖了公司的利益才换来的这么大一笔钱。就因为我得到了那100万的转账，所以就认定我出卖公司利益了。不然你那100万怎么来的？我敢保证我的每一分钱都是清清白白的。但是我想问一下，那诬告我的人会不会受到惩罚？齐洛确实发了一条朋友圈，但那条朋友圈设置只能给一个人看到，就是他的前女友江离。是谁举报的？那就不用多说了。没想到这女人那么多。你先交代你的问题，是不是诬告？先证明了你的清白再说。行，我说，他将房东太太如何离婚遭遇威胁，自己如何请假过去保护她，以及在地库受到伏击，还有他过意不去给自己转100万的事情，从头到尾讲。那个小同志，实在对不起了，没想到是一场误会，咱们这边接到举报也得彻查不是。以后没事不要在朋友圈发这些东西，还是低调点好。我以后不会发了，但我想知道诬告我的人能受到处罚吗？你这个突然来了一笔不明来源的巨额财产，人家也是合理质疑，不能算是诬告。意思就是我只能一直穷，不能有钱，我有了点钱就要被人合理质疑给举报到相关部门。理解你的愤怒，但这个我们真没有办法处罚举报者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，没有人再来举报齐洛。等到周4的时候，冯小姐给他发了一条消息：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出来吃烤肉？上次给你推荐的那家。你一个人吗？跟我女朋友一起。算了吧，我觉得你这个女朋友思想有点问题，不想跟她有太多接触。哥，你就出来聚一次嘛，我都跟他打包票了，今天肯定能把你约出来的。她让你约我的？是的，他问我是不是得罪你了？这些天都没看到我们聚会，哥，你就给我这个面子吧。不是我普信男哈，我总觉得你这个女朋友对我有点想法。我知道，你还约我们见面？他是看到你开着你朋友的 M 莎拉蒂，误以为你很有钱，才产生了那样的想法。只要你如实告诉他，就不会有其他事情发生了。那行吧，等会儿我开着我的小电驴过去。哥，你是我亲哥。齐先生，你今天怎么骑着小电驴来的？你那辆 M 莎拉蒂呢？那辆 M 莎拉蒂是朋友的，现在朋友回来了，他自己要用，我没法开出来装了。可你不是很赚钱吗？前几天都进账100多万，可以买一辆好车呀。哦，那个呀，其实我说的是欢乐豆，斗地主赢的，又不是人民币。齐先生，你可真会开玩笑，扮有钱人的感觉很好玩吗？确实挺有意思的，能够有机会看到人生百态，看到一些正常视角下看不到的东西。突然有点恶心了，不想吃烧烤了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突然恶心？不知道，也许是看到什么恶心的东西了吧。来都来了，而且还是我们约的齐兄。那你们吃吧，我回去了。你别走。我都说了，我恶心，吃不下东西，你还一定让我留在这里干什么？我的感受你是一点都不考虑是吧？好，不吃了，我们一起回去。齐洛摇了摇头，自己一个人走进了烧烤屋。晚上没吃饭，正好来一顿烧烤。哥，今天对不起了，让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。没事，自家兄弟别提这个。我以后一定会回报你的。他什么品性你也看到了，心里应该有数，不要陷得太深了，不值得。这一条发出去，冯小姐没有再回复。本来也只是普通朋友，做到这一步，我也对得出这一份交情了。星期五下午2点多，齐洛接到婚介公司打来的电话，不会是有业务来了吧？齐先生你好，这边现在有个女孩子看了您的资料后，表示可以接触一下，问您这个周末有没有时间？当然有时间，我周末2天都休息。公司那边还给齐洛发了相亲对象的照片，看着挺年轻漂亮的一个女孩子，不过他对照片的真实性很怀疑。真要那么年轻漂亮，不至于沦落到相亲市场。最后约定明天上午10点，在商场的某家奶茶店见。你是不是姓齐？是的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该不会是被这一位相亲吧？我姓莫，是金玉良缘介绍过来的。哦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居然真的是他。丁，女主就位，相亲正式开始。半小时后，宿主可以获得世界上最健康的肝脏。半小时内主角离场，相亲失败不会获得任何奖励。齐先生，我长得跟照片有点不一样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没有生气，照片嘛，现在美颜技术这么先进，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。那照片没有用美颜，只不过那是我2年前的照片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长胖。说起来挺漂亮的，那你为什么不减肥呢？减肥减抑郁了，然后就没减了。你要不要喝奶茶？我请客。莫小姐那一句我请客倒是让齐洛大起好感。你不怕喝了这个变得更胖吗？怕，但今天是我第一次相亲，有些紧张。
要喝杯奶茶压压惊。奶茶还有这样的效果？奶茶是个好东西，我去年减肥减抑郁了，就是靠着喝奶茶缓过来的。你的抑郁会不会是因为喝不到奶茶而产生的？也许吧，反正减肥那段时间，我挺想喝奶茶的。那给我来一杯百香果的。好呢。等会儿准备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是第一次相亲。这里有电影院，要不我们去看电影吧？你请我喝奶茶，我请你看电影，怎么样？好啊，你们一般是怎么相亲的？就是了解一下对方的经济情况、家庭情况、兴趣爱好什么的，觉得适合就谈下去，不适合就赶紧换一个目标。我看过你的情况，29岁，在国企上班，工资1个月4、5千，老家有房，父母是退休员工，有退休金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是这样的。你怎么不问我的情况呢？是不是看到我长得胖，不想了解了？没有，你今年多大呀？24岁。24岁，年纪也不大呀，为什么家里要催着你结婚呢？我妈说我越来越胖了，要趁着我还没有变成大肥猪之前找个人嫁了，不然以后就嫁不出去了。这个小胖妞还挺有意思的，谈恋爱是不可能的，但做个朋友就完全没问题。我是不是很胖？你减肥了会很漂亮的。我知道，可我减不下来。其实我每天都会晨跑，跑5公里的那种，可就是瘦不下来。那2年前你为什么能那么瘦？在大学里饿的，我妈1个月就给我1000块钱的生活费，在里面4年就饿成那个样子了。还是应该少吃一点的，太胖了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，是健康的问题，会引发很多疾病。我妈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嘴，所以她要我找个人嫁了。要是我跟你在一起的话，我贪吃，你会打我吗？打你？怎么会打你呢？我又不是那种暴力男，打你做什么？不打呀。当然不会打，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斯文人，绝对不会打女人。那就不行了，我这个人控制能力很差的。我妈说了，我就要嫁那种很凶的男人，看到我贪吃就要狠狠的揍我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呢？无意冒犯，你是你妈亲生的吗？是，我问过我妈，她说我是她亲生的。那为什么要让你找一个很凶的会揍你的男人？她说没有一个很凶的男人监督我，我就会一直胖下去。其实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也略通一些拳脚。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前几天我就因为打架进了派出所。那你平时不会打人吧？那看你的需求，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提供拳脚服务；你不需要，那我当然不会擅自动用武力。我不需要，平时你不能打我，我贪吃的时候你也只能吓唬我。可是不动手的话，你不会害怕，那不就吓不住你了吗？我胆子很小的，你一吼我就会害怕。我妈经常吼我，很多次把我给吓得尿裤子了。你妈管你管得很严格。但她都是为了我好。你爸呢？我爸死了。对不起，原来是单亲家庭。没事，我跟我爸也没有多深的感情。我妈说了，我爸是一个坏男人，在外面有了女人就跟他离婚。有时候他骂我，就是因为我长得像我爸。原来是他爸在外面有了女人，抛下了妈妈和他，又因为他长得有点像爸爸，就经常拿他出气。你爸什么时候跟你妈离婚的？几岁的时候。真有点心疼这个小胖妞。哥，这个百香果的好喝吗？等看完电影，我再请你喝一杯。不用了哥，我可以自己买。你的电影票比我的奶茶要贵很多，不能再让你出钱了。这小胖妞还挺实在的，没事，一杯奶茶喝不穷我。可你的条件也不怎么好呀，工资那么低，怎么好意思让你出钱呢？这感觉心里被插了一刀。你做什么工作的？工资多高呀？我在一家漫画公司上班，1个月工资加奖金有1万多块钱。哇，那么高的工资，你真的挺厉害的。我1个月的工资才4、5千，连你的一半都没有。你为啥没找条件更好一些的？我看了很多份资料，我觉得那些男的太优秀了，我一个胖子配不上。我这优秀的男人觉得配不上，所以才找我，意思是我不够优秀呗。这老妹儿实在是实在，就是太实在了。其实我也很优秀啊。知道我开的什么车来的吗？你还有车呀？我有车难道很奇怪吗？我不光有车，而且还是碧马七系的豪华大轿车，价值100来万。哥，你这个消费观念有点太超前了，你不怕还不上车贷吗？全款的，1分钱的车贷都没有。可你的工资那么低。因为我还会做兼职，有别的收入。那这都是我兼职的收入，而且这只是一部分，不是全部。我银行卡上还有上百万的存款。哥，你好厉害。一般般，就是一个用力活着的底层社畜罢了。可是你那么厉害，我觉得我配不上你。老妹，我要批评你了，你不要老是觉得你配不上别人，实际上你很优秀，才毕业2年就能够做到月薪1万多，你已经超越了很多人了。可是我很胖，长得很难看。那也不是你自卑的理由，何况长得胖是可以减肥的，你减下来了肯定会很漂亮。我贪吃，我减不下来。可以适当的控制一下，少吃一点，不是嫌弃你胖，是这样确实对身体不好。可是只有吃那些东西，才能让我感觉到快乐，让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挺幸福的。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、感受到幸福的事情，只是你太自卑了，放弃了探索这个世界的快乐。比如呢？比如坐着豪车去兜风。我没有车，我的工资一半给了我妈，另外一半我自己花掉了，没有存下钱来。我有啊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今天可以带你出去兜风。你愿意跟我这种胖女人过一辈子吗？跟一个人过一辈子那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我们必须得好好的考虑。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朋友，从做朋友开始。你还是嫌弃我胖了？没有，我觉得你挺可爱的。做朋友好呀，我还没有朋友呢。你性格挺好的呀，为什么没有朋友呢？我妈只让我交那些对我事业有帮助的做朋友，不能对我的事业提供帮助，就不要去理会。你妈说的不一定就是正确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不听她的话，她就会打我、骂我。哥，你是在同情我吗？感觉你好可怜。可你真的太好了。你别哭，你这样别人看到了会以为我在欺负你呢。对不起，哥，我太感动了，还没有人关心过我。也许有很多人关心你，但是怕你觉得是在居高临下的可怜你，怕伤害到了你的自尊心，就没有表现出来。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，但希望这个女孩子能够对这个世界的观感能更好一些。是这样的吗？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毕竟你那么可爱，奶茶确实好喝，也难怪这个小胖妞喜欢喝。看来这丫头笑点很低。恭喜宿主完成第5次相亲，成功获得奖励世界上最健康的肝脏。好像也没啥感觉，还想喝百香味的奶茶吗？想喝我给你买一杯。不喝了，
今天已经喝了一杯，不能再喝了。你一天的限额是1杯吗？明天我再试一下百香果口味的奶茶吧。都已经中午了，那我们吃饭去。好啊。你那么喜欢吃，应该知道哪些店的饭菜又好吃又便宜吧？你喜欢什么口味的？我喜欢川菜和湘菜。我知道富民街有一家川菜店，挺好吃的，价格也优惠。那就去富民街吧。好漂亮的车，哥，你真厉害，拥有这么漂亮的车。你要是喜欢，下午我可以带着你出去兜风。可以的吗？也许我没有我妈说的那么讨人厌。当然是可以的，不谈恋爱能交上这样一个朋友还是挺可以的。哥，你不要担心，这一顿我请客。不是，我不担心这个，我担心的是点这么多，你能吃得了吗？能，该你点了。啥？你的意思点这6个菜是你自己一个人吃的吗？不然呢？他不会认为我很能吃吧？没有，我点的就是我们2个人的分量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有什么想要吃的也可以点。不用了，我觉得你点的这几个菜都会很好吃，也够我们2个吃了，我就不点了。你吃饱了没有？要是没吃饱，我们再点2个菜。吃饱了，都吃撑了，不能再吃了。你这个意犹未尽的样子，可一点都不像吃撑的样子。这个钱就我出，下午还要坐你的车出去玩，那油钱都要多少？我不能一直占你的便宜。哥，别拍我，我这样很难看。没事，挺可爱的。这女孩子需要自信，不能一直处在自卑的心情中，那样会越来越抑郁的。哥，婚介公司给我发消息，问我还需不需要介绍新的相亲对象给我，我该怎么回答？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和更多的人接触，这是你花钱购买的服务。哦，哥，那咱们这一次相亲是不是算失败了？你并没有看上我，对吗？我觉得你挺好的，我很希望跟你做朋友，但我觉得结婚关系到一个人一辈子的幸福，你需要慎重，我也需要慎重。我们以后还可以再见面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很希望跟你做朋友，跟你在一起，我也感觉到很开心。那我们以后有没有可能真的在一起呢？没有可能，会不会摧毁他的自信呢？一切皆有可能。哥，我不想再去相亲了。这个也不用强求，你觉得怎样更好，就做出怎样的选择。哥，你真的不嫌弃我吗？不嫌弃，你挺可爱的。我要是没那么胖，长得跟发给你的照片一样，你会不会就同意了？跟这个没关系。作为一个快30岁的有着成熟思维的男人，再漂亮的人，我也不可能才认识1天就决定跟他发展关系。哥，我会减肥的。加油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。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渣了？第2天醒过来，齐洛又收到了系统新的任务。丁，解锁新的相亲奖励，完成第6次相亲可以获得一套3室1厅的房子。这么大方了，以后我也会成为在超1线城市有车有房的人了。这下我可要更加努力了，正好快放年假了，可以回家看看。星期一上班，齐洛没有坐办公室，而是和很多员工一起布置年会现场。年会上还有抽奖，今年唯一一个特等奖居然被他给抽中了。好好干，明年优秀员工就是你的。齐洛领了奖下台，直接就溜出会场，开车回了翡翠花园。奖品倒是拍了一张照片发到个人主页。哥，你运气真好，这运气分你一点。齐老师，恭喜你，谢谢。这奖品不错，什么时候带出来借我玩一下？那得明年了，明天我就要回老家去了。第2天起了个大早，将家里的水电气都给关好，开着他的那辆碧马豪华大轿车回家。妈，我已经下了高速，就快到家了。晚上做我的饭没有？已经做了，锅里在炖着鸡呢。车开到大门口，齐洛看到父亲站在大门口，跟岗亭里面的保安说话。爸，我回来了，我们回家去吧。这么好的车，这家伙哪来的那么多钱？不会是做了什么犯罪的事情吧？比马七系300万的豪车，老哥，你儿子真有钱呀！有什么钱就是不长进，赚了点钱都拿来买车，不去找个媳妇儿，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。有这么好的车，找媳妇那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？你这车多少钱买的？来路正不正？二手车市场买的，便宜，我花几千块钱刷了新漆，其实才几万块钱。齐爸围绕着那车走了一圈，还拍了拍车身。这翻新的手艺真高明，一点都看不出来是二手车。爸，这些天我妈给我安排相亲对象没有？找了好些个，我就是觉得不靠谱，我觉得都不大般配。还是我爸懂我，知道我值得更好的。你都快30岁了，工资又那么低，那些人怎么能看得上你呢？爸，你觉得我这样的人适合找什么样的对象？没结过婚的恐怕都很难看上你。咱们家又没钱又没势，你的年纪又那么大了，很难啊。意思是我只能找那种离婚的？只是说可能，现在离婚的也没那么好找。可是我有车呀。得亏你有车，要是没车，那你只能等着哪个离婚带娃的女人能看得上你了。本地婚恋市场这么严峻吗？很多女人都在往大城市里挤，人家宁愿单着也不会嫁给老家的人，剩下的愿意嫁给本地人的都属于珍稀资源。一家有女百家求，那可不得严峻。我跟你说这些，就是让你心里有一个底。等相亲的时候可不要挑3拣4，你要记住，是人家挑选你，不是你挑选人家。谁能看得上你，愿意跟你谈下去，你就不要放过了。这个我会慎重考虑的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有愿意的你就同意，趁着现在我跟你妈还能帮你带孩子，赶紧结婚，赶紧生孩子。爸，别那么悲观，现在咱们条件好了，能挣到钱了，那些问题都不是问题。就你那工资能攒几个钱？我现在搞兼职给人做家教很赚钱的，你看30万。你的存款再加上我们存下来的钱，也就够一个彩礼，但买房子的钱、办婚礼的钱还是没有着落。现在我们这边的结婚成本也这么高了吗？是啊，大头是房子和车子，车子你已经有了，这个就不说了。还有5金，男方婚宴的钱，女方婚宴的钱，下车费、改口费，随便算一下就是100多万。几年没回来，我们先变得这么有钱了吗？难啊，越穷的地方要钱要得越狠，因为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，那当然是能要多少就要多少。也不见得只有1次机会，2次创业、3次创业的也多的是。我们别扯这个了，你都几年没回家了，还是说点开心的事情，别念叨这个，让你妈也不开心。我明白。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没有？开心的事情，我们领导跟我说，明年会给我升职加薪，算不算开心的事情？真的吗？假的，当然是真的，工资要上涨1半呢。不错，有前途，比我当年要强。妈，我回来了。
你瘦了好多，是不是在外面舍不得吃呀？得亏是现在我才过来，我要是早1个月过来，那更不行了。没有，我很舍得吃，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吃的太多了，所以才减肥。减什么肥呀？你现在还需要增肥，要多吃饭才行。不减了，回来后我要敞开吃，争取长个20斤肉。这还差不多。齐洛突然看到妈妈头上多了很多白头发，也就是几年不见，妈妈头发却白了大半。这几年我没有对不起别人，却是真的对不起父母。回家后等了10几分钟就开始吃饭了。儿子现在出息了，那2手车整得和全新的一样，一点看不出来。停在哪里了？你跟别人说的时候，可千万不要说露馅了，就说是新买的，这样相亲的时候才会更有排面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乱说话。你这孩子太实诚了，我有点不大放心。我早就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，现在的我脸皮贼厚，说谎都不大操考的，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奸诈小人。你要真有那么灵泛，早就给我带个媳妇儿过来了。主要是怕你们不能接受外地的媳妇，不然准给你们带回来一个。我们啥都能接受，只要能生孩子，生活能自理，那就可以了。我会努力的。老齐，你看咱们儿子脸皮确实是比以前厚了一些，比以前有长进了。这一顿他吃了2大碗饭，还有很多菜，太好吃了，妈，这个太好吃了。我就说他能存那么多钱，一定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，他还不承认。你看他这样子，一看就是没吃过好的。没有，我经常吃好的，几万块钱一顿的海鲜我都吃过。齐洛拿出手机，将相册里吃海鲜大餐时拍的照片给父母看。有钱人真会糟蹋东西。没糟蹋，基本上都被我吃了。你吃得了那么多？吃不完的我都打包带走，留在家里继续吃。别人请客，你自己来打包，这种不要脸的事情都做得出来，你脸皮果然厚了很多。老齐，你能做得出这种事情来吗？我要脸，我做不出来。那你呢？你能做得出来吗？做不出来，还是咱们儿子出息呀。其实呢，我是你们的儿子，你们想要骂我可以直接一点，我肯定不会顶嘴的。没有在夸你呢。好吧，我就当你们是在夸我。妈，咱这边你看有合适的没？给我介绍介绍。有几个答应帮我介绍的，其中有一个明天就会回家。我问一下那边，看能不能安排你们见一见。妈，还是你厉害，效率这么高。你要认真的跟人家相差不多，能过得去的就谈下去，可不要挑3拣4的。我们家这个条件还真没办法挑3拣4。我明白，不管他们条件有多差，我都不会嫌弃他们的。就怕他们嫌弃你。嫌弃我就不给这些本地妞一个机会，我去外面找一个媳妇过来。你有本事倒是找呀。算了，还是先给他们一个机会。齐妈去收拾碗筷，齐洛也凑上去帮忙。洗碗太累了，还是得买一个洗碗机才行。你是赚了2个子儿，不知道姓什么了是吧？洗个碗能有多累？需要花这冤枉钱吗？有这钱你存着娶媳妇不好吗？媳妇要娶，洗碗机也要买。你得有那个钱呀。我跟你爸1个月的退休工资也就那么点儿，帮不了你多少。你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，不该花的就不要花。放心吧妈，以后我赚到的钱只会越来越多，不在乎那一点点的。那也得等你赚到钱了再说，现在别给我乱花钱。齐洛回屋睡了安稳一觉。第2天中午时分，刚我打电话问了你王阿姨，她说那个女孩子今天下午3点多会到市里，待会儿你开车去火车站接她吧。记住了，先找你王阿姨，把她捎上了再去火车站。没问题。我给你买了烟酒礼品，分作2份，1份是给你王阿姨的，1份是给女方家里的，你出门记得带上。吃完饭，齐洛就和妈妈一人提着1份礼物下了楼。妈，咱们什么时候换一套房子吧？这不地方爬楼梯太累了。这有什么累的呀？我一天不知道爬多少趟，也没感觉到累。你这么年轻就说累了？不买一套好房子，结婚也很困难呀。结婚前就买房子，那要结婚了怎么办？现在那些女孩子都要求结婚后买房子。为什么呀？领证以后买的那叫婚后财产，离婚的时候是可以分1半的。领证前买的家名都不行吗？以前是可以的，现在好像说法律改了，所以那些女孩子都要求领证以后再买。现在结个婚就跟打商战一样，那我努力挣钱吧，到时候给你们买一套有电梯的房子。你别想着我们能住这样的房子就已经很满足了，天天爬楼梯对身体也好，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。王阿姨，我是齐洛，来看您来了。哎呦，这小伙子长得真帅呀，一表人才的。众所周知的事情需要拎出来说吗？这女方姓池，今年25岁，高中毕业，在超市打工，地方和彭城挨得比较近。王阿姨拿出照片给齐洛看了看，有美颜的痕迹，但不夸张。这姑娘长得真漂亮，这一看就是会过日子的。长这样的，你们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。这么漂亮的女孩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相当满意，我就怕她看不上我。那女孩心气是有些高，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大，还没有嫁人。不过你条件也不差，工作稳定，长得又帅，还是双职工家庭，我觉得她应该看得上的。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3人直接下楼。这么好的车，这可以给你加分不少。齐妈直接回家，齐洛则载着王阿姨往市里开去。娇娇，我们在这里。那个穿着红色羽绒服，拉着一个粉色行李箱的，就是她。这妹子长得比较壮实，是一个耕地的好手。
这是傅汉成13多年的姐妹吧？细狗，这个就是我表侄女池玉娇，这就是我同事家的齐洛，人在鹏城国企上班，父母双职工，比你大4岁，挺老实一孩子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。丁，女主就位，相亲正式开始，半小时后宿主可以获得1套房子的奖励，半小时内主角离场，相亲失败不会获得任何奖励。我跟你说，这小伙挺不错的，在国企上班，有房有车，人又勤快，你嫁给他绝对会享福。齐先生这么瘦，平时生活一定很节俭吧？这段时间在减肥，一不小心剪过头了。看他这一身行头，衣服带鞋子，也就100-200块钱的样子，分明就是一个抠搜鬼，把自己饿成这样，还说是减肥，简直可笑。小齐，他家里条件很好的，你爸妈很满意，都说这是一户好人家。他们可做不了我的主。正说着，突然看到齐洛将箱子放在了豪车的后备箱。这是他自己的车。是他自己的车。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款式的，但斑马的标识我还是认识的，一定不便宜。抠门的人怎么会买这么贵的车呢？说不定可以谈一下。上车吧。我想坐副驾驶。真不想让这位姑娘坐到自己旁边，但人家提出了要求，我也没法拒绝。没问题。这是你的车吗？是的，前不久才买的。多少钱买的？100来万。池小姐记得系安全带。全款还是分期？当然是全款。你怎么那么有钱的？现在国企的工资那么高吗？我工资不高，1个月才几千，是别的收入。哦，不能说的是吧？肯定是灰色收入，捞偏门好啊，得多捞，捞到坐牢去更好，还能顺便离一个婚，找一个更适合我的。是的，不方便说。老同事的儿子怎么这么能挣钱呢？比我儿子挣的要多得多。这什么车呀，这么贵？立马七系的车。你这个车还不止100万，要110多万。差不多100万吗？太有实力了，娇娇，这样的小伙子你可不要错过了。还不错吗？瘦一点也不要紧，瘦说明他生活自律。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？有一些什么爱好？我这人好像也没有什么爱好，不抽烟，不喝酒。一定说有什么爱好，那就是闲不下来，总想着多挣点钱。闲不下来就想干活挣钱，这爱好可太好了。天生的牛马圣体，嫁人就应该嫁这样的男人。自己没有什么花钱的爱好，那挣的钱会给谁用呢？还不是给老婆用。现在像你这样踏踏实实生活的年轻人实在是太少了。是啊，现在很多年轻男的都不肯努力挣钱，还特喜欢消费，真是让人看不上。那样不行，男人不能那么没责任感，就应该努力的挣钱攒钱，这样才能成家立业。小齐，这觉悟很高。那你为什么要买一辆这么贵的车呀？100来万的车，把钱攒下来不更好吗？其实我对车毫无兴趣，上下班有一辆小电驴就行了。这不是要回家相亲吗？我妈跟我说，现在的女孩子都要求有房有车，我就买了一辆。可是这100来万的车也太贵了些。贵一点无所谓，我可以骑小电驴，但我不能让我女人在外人面前丢面子，她就应该用最好的，让周围的人都羡慕。好男人，这就是真正的好男人。自己不舍得花钱，但舍得给自己女人花钱。你平时都有些什么爱好呀？我也没什么爱好，平时有空就追剧、听音乐，然后就是理财。理财？对，理财、基金、股票什么的，我特喜欢研究这个。哦，那你赚了多少钱？这2年行情不好，所以没赚什么。不是没赚什么，而是亏了不少吧？虽然这2年我没赚到什么钱，还走了一些弯路，不过学到了很多的理财知识。那你挺厉害的。要是结婚了，你是准备自己管钱，还是让老婆管钱啊？当然是让老婆管钱，我这个人对管钱没有兴趣，只是对挣钱有兴趣。你们真的是天作之合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因为挣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只需要努力的干活就可以了。可管钱不一样，管钱要考虑的东西很多，需要付出的脑力劳动太多了。这天生的牛马圣体，愿意一辈子都给女人当血包的好男人，是不是应该介绍给跟自己更亲的人？我亲弟弟有一个女儿，才20岁，那可是亲侄女，不比这个表侄女要亲得多。那是管钱真的很费脑子的，特别是想要让这钱生钱，要搞理财投资，那就更费脑子了，还要承受很大的压力，一般人真做不了。那小齐，你结了婚，是准备把工资都上交给老婆管的吗？那是必然的，我对管钱没任何兴趣。你就那么放心你老婆吗？这什么意思吗？这是给我上眼药吗？两口子过日子，要是连自己的老婆都不放心，那还结什么婚？要不就不结婚，要不就得完全的信任。是啊，过日子就应该齐心协力，怎么能够那样猜疑呢？这才是踏实过日子的人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第6次相亲，获得奖励南门街恒科园140平房子1套。南门街恒科园是县城最高档的小区，奖励的房子竟然在老家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终究是一套房子，省得怕门来回爬楼了。池小姐，你对国足怎么看？你很喜欢足球吗？对，我很喜欢足球，这是我最大的爱好了。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足球，那就不可能喜欢那种踢得很烂的球队。听说国足踢得很烂，为了让他感觉我跟他三观契合，我得批判国足。其实我也挺喜欢足球的，但我很不喜欢国足。为什么不喜欢国足呢？因为他们踢得太烂了，竞技场上菜就是原罪。池小姐，我们不适合。为什么？就因为我不喜欢国足吗？是，也不全是。可他们踢得确实烂呀。是，他们踢得确实是烂，但他是我们国家的足球队啊，他就等于是我们的孩子。对于自己的孩子，难道因为他们表现得不好就要讨厌他们吗？可他们表现得那么差，我们还要说好，那不是纵容他们吗？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呀，
孩子犯了错，我们应该给他们改正的机会。是啊，再怎么不好也是我们自己的球队，怎么能嫌弃呢？这只是对一支足球队的看法，也没到分手的地步吧？这不只是对一支足球队的看法，这还关系到对自己孩子的看法。我什么都可以容忍，但就是不能容忍我的妻子会因为孩子表现的不好就嫌弃他。车开到了可以停车的地方，齐洛拉开车门。池小姐，请你下车吧，我们三观不合，在一起不会幸福的，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。不是，就一个足球，至于吗？这个是我的底线，我不能接受突破我底线的事情。池小姐，抛开对国足的评价，你在我心中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，请你快点，不要破坏你在我心中的美好形象。不是，没有这个道理的。你要觉得不满意，我也可以爱国足的，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说我们不合适。正如我先前所说过的，在我的观念中，国足就是自己的孩子，因为我的原因而去爱国足，那不是我想要的。下车吧，池小姐。娇娇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既然三观不合，那就算了吧。这是什么亲戚呀？居然不帮着我说话。石玉娇只能不情不愿地下了车。不好意思了，王阿姨，让你白跑一趟，但这个三观不合的事情真的勉强不来。我能明白，结婚那是奔着一辈子去的，这个确实勉强不来。谈不成好啊，他谈不成，我亲侄女才有机会。这男的别的都好糊弄，就是喜欢国足。我要告诉侄女这一点，以后要见到他，一定要夸国足的好。小琪，这次没相成，你不要伤心。我也没伤心啊，哎，想成的家咋就这么难呢？没事的，天底下女孩子那么多，这个谈不成，说不定下一个会更好。我认识的人里面还有很多家很优秀的女孩子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都介绍给你。阿姨，你这地图太短了，不过正合我意。真的吗？那可太好了。我有个侄女，今年20岁，长得挺漂亮的，现在就在家里。要不明天安排你们见一见？要不今天？今天有点太晚了，还是明天吧。明天也行，我随时都有空。几分钟后，齐洛把他送到楼下，然后就开车回家。你不是相亲去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，没谈成。怎么啦？人家没有看上你？也不是，就是聊了一路，觉得三观不合，就没有谈了。三观不合是什么狗屁理由？你还跟我说你不挑了，结果就拿这么个理由拒绝别人。他要找的是一个把存款都给他管理，工资也要上交给他的男人，我觉得这样不大妥当。女人管钱有什么不妥当的？想一想小峰现在的情况吧。小峰就让他老婆管钱，结果老婆将钱都转移到娘家去，搞得现在大过年的吵着要离婚。那个确实需要慎重一些。王阿姨说把她侄女介绍给我，说明天安排我们见面。那这一次你要好好的把握，不要挑三拣四的了。放心吧，我现在可太想结婚了，绝对不会挑三拣四。和妈妈报备了一下，齐洛便回了自己的卧室，发现床头有一个红本本，上面赫然写着房产证3个字。这就应该是系统奖励给我的那一套房子了。打开这个本本翻了一下，就是在南门街恒科园的房子，房产证旁边还有一串钥匙，带着门禁卡。这系统太神奇了，今天晚上得去看一看我的房子。刚刚有一个一起跳广场舞的姐妹给我打电话，说她一个同事的女儿今天回家了，说想把她介绍给你，问你明天有没有空。那必须有空啊。你明天不是要跟你王姨的侄女去相亲的吗？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呗，又不冲突。那要是上午的那个相中了呢？下午那个怎么办？相亲哪能一次就相中的，还不是要多相几个，多比较一下。你这样脚踩几条船会被人打的。婚姻大事多一些选择，好好的比较一下谁更适合，那不更好吗？也有道理，也是得比一下。那到底谁上午谁下午呢？等一等我。王阿姨，明天是上午还是下午去跟你侄女见面呀？下午吧。好的，王阿姨侄女安排在下午，这个就上午吧。好，我跟她说一下。吃完饭后，齐洛带着房产证还有钥匙准备出去。晚上又要出门，想干什么去？明天不是要相亲吗？我得买一些礼物。差不多就可以了，别回家一趟。为了相亲，把自己给弄破产了。明白，就按今天给王阿姨的那个规模买。齐洛拿出钥匙往锁孔里面一捅，啪嗒一声，门开了。太好了，不是毛坯房。开灯后，齐洛将几个房间还有厨房、卫生间、阳台都看了一遍，越看越满意。这个奖励还是不错的，明天就跟他爸妈说，让他们搬过来。解锁新的相亲奖励，完成第7次相亲可以获得世界上最健康的肺。世界上最健康的肺，虽然和我最期待的奖励有一些出入，但也算是一个比较可以的奖励了。齐洛吃完早餐就跟着妈妈出了门，老规矩，先给介绍人送上礼物，然后由介绍人带着去见女方。这个女孩姓许，在省城一家公司做文员，28岁，父亲是农民，母亲是退休职工，家境一般。下面还有一个18岁的弟弟。这可是个无底洞呀！不对，我又不准备跟他结婚，我哥跟个啥呀？这个小伙子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个小齐，今天把他带过来了，你看看行不行？我看有什么用，还得我女儿同意才行。这小伙子看起来长得还挺俊的，开这么好的车，家里应该很有钱吧？听说在国企上班，条件肯定很好。阿姨，这是我给您带的见面礼。来就来了，还带什么礼物？你女儿呢？可能还在睡觉，早饭都没起来吃。小娟，相亲的来了，快下来。这样的岳母要不得，吵起架来，我们全家都吵不过他一步。知道了，你让他上来吧，我懒得下去。让你看笑话了，这孩子平时也不这样的，可能是昨天回家太累了吧。平时工作压力大，难得回家一次，可以理解。完全能理解，我有时候在家也不想动。那我们就上去看他吧。那就上去吧。
你怎么还没把门打开？等一会儿，我还没穿好衣服呢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不起床？来了客人都不知道梳个头。我本来是要梳个头打扮一下的，谁叫你催得这么急啊？你这孩子真是找打。你好，我叫徐娟。你好，我叫齐洛。丁，女主就位，相亲正式开始。半小时后，宿主可以获得世界上最健康的肺。半小时内主角离场，相亲失败不会获得任何奖励。不好意思，哈奇先生，我昨天追剧追得有点晚了，到凌晨3、4点钟才睡，所以起得有点晚。没事，我休息的时候也经常熬夜，年轻人嘛，都能理解。理解万岁。妈，我现在肚子有点饿了，你能不能给我下一碗面吃？叫你吃饭你不起来，这个时候让我给你下面吃。孩子肚子饿了，想吃东西，你就给他弄点呗。那行吧，我去给你下面去。他们都不在了，我们就坦白一点吧，说一说都有些什么条件。我的条件曹阿姨没跟你说过吗？说过一些，但你也知道的，媒人的嘴是靠不住的。我想听你自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条件。我今年在县里恒科园全款买了一套140平的房子，搞好了装修，开着今年全款买的碧马7系过来的。有负债吗？没有，我没有提前消费的习惯。你买房买车是父母的支持，还是你自己的努力？自己的努力。你们国企的待遇那么好吗？听曹阿姨说，你一个月工资也就是几千块钱，就算再怎么省吃俭用，也挣不到那么多钱吧？下班后我会做点兼职，最主要的收入来自于教培行业。教培？那你自己买了房，买了车，现在手上还有存款吗？你应该了解过本地的行情，不会想着光靠房子和车子就娶媳妇儿吧？有20、30万的存款，赚钱能力挺强的，靠自己全款买了房子和车子，还能有20、30万的存款，你很优秀。谢谢。但娶我还是不够的。娶你需要什么样的条件？我有一个弟弟，今年才18岁，我家里相当的重男轻女，我呢只是一个给他们挣钱的工具。这几年每年都会给我安排相亲，但是大部分都卡在了彩礼上面。那确实挺难的。你家里大概需要多少彩礼？我听他们说过38万8，倒也不是特别高。为什么这位徐小姐说我20、30万的存款不够娶她呢？难道是因为搭车收费项目很多吗？那只是他们要的彩礼，这笔钱不会落到我的手上，可我不能白嫁，我得有属于我的一份彩礼。你的意思是，除了给你家里的38万8之外，还得另外给你一份彩礼？是这个意思。你给他们多少彩礼我都没意见，但是属于我的那一份不能少。家里要一份彩礼，自己还要一份彩礼，居然要双份彩礼，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？这不是把人当冤大头整吗？很奇怪吗？嫁人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我得给自己要一份保障。那么你觉得需要多少钱才能够提供这一份保障呢？50万，你觉得可以接受，咱们就继续谈；你觉得不能接受，也就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了。50万很多吗？我一个本科生，身体健康，有生育价值，也能给孩子提供更好的家庭教育，还有一份稳定且体面的工作，要50万很多吗？合理，当然很合理。对于这种拎不清的，没必要跟他争论，顺着他就是了。你真的这么认为的吗？我们现在都还没到30岁，结婚后可以在一起过上40年，50万折合到每一年，也就是12500块钱，一个月才1000多一点。50万，其实我们女人还是挺吃亏的。他不会是想要涨价吧？不过吃亏就吃亏，既然选择结婚，那就是要过一辈子的，没必要那么斤斤计较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加价的。他那意思，我是不是应该说一声谢谢呢？但是有一点我要事先声明，生孩子对身体的伤害太大了，我不想生孩子。刚才讲那50万的价值，不是提到了生育价值和家庭教育价值的吗？不生孩子，那生育价值和家庭教育价值怎么体现？如果你们一定要孩子的话，我也可以生，但是需要有生育补偿。那么你觉得应该给多少生育补偿才算是合理的呢？我不会漫天要价，就按市场行情来，给我补偿20、30万就可以了，这样很合理吧？合理，相当的合理。我一个女孩子需要有更多的安全感，所以我不能接受生育以后再给补偿，需要生育补偿到位后再来备孕，这个你能理解吗？完全能理解。外嫁的女孩子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，确实需要更强的安全感。我们结婚的话，我不需要你举办一场多隆重的婚礼，也不需要什么钻戒、婚纱，把这笔钱省下来给自己用更好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虽然不搞那些仪式，但搞那些仪式需要的钱，我可以按照市场的价格折现给你。这个男人真的能如他所说的那样去做吗？我刚才说的这些，我会弄出一个协议来，我们2个人都在上面签字，你能接受这个吗？完全可以，现在你就可以起草协议了。等他把协议写出来，2个人再确认，半个小时时间早就过去了，到时候再随便找一个借口走人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签字，想都别想。好，等我梳完头，我就把这协议写出来，确认没问题了，我们就签字。我等你。你还没有问我的情况，就这么放心跟我谈吗？曹阿姨说过你的情况，我很满意，又不准备真的结婚，了解你的情况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不担心他骗你吗？本来也有一点担心的，但是看到你本人之后，我心中的疑虑就消散了。你的理智已经深深的折服了我，我觉得跟你结婚肯定不会亏。徐娟刚打开笔记本电脑，房门就被推开。面已经下好了，你可以下去吃去了。知道了。你们聊的还可以吧？聊得还挺好的。你要不要也下去吃一碗？不用了，早上吃了很多。
现在肚子不饿。我们下去再聊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难道他们真的聊得很好？也许这一次真的能够把这个赔钱货给卖出去。小琪，你们聊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徐小姐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，谁要是有幸娶了她，一定会过得很幸福。小娟，你觉得小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还行，这男生已经很不错了，但商战嘛，要懂得压价。行就是行，不行就是不行。还行是个啥意思？这孩子这么没礼貌的吗？我们这边嫁女儿都是要彩礼的，这个小琪你知道的吧？当然知道，娶老婆给彩礼，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我女儿是大学生，我们家里条件不是很好，当初供她上大学也是吃了很多苦的。供养一个大学生确实挺不容易的。她虽然是个女的，但我们也没有亏着她，还把她培养成了一个大学生。彩礼这方面，我们家也不能比别人低，这个你能理解吧？能理解，这么优秀的女孩子，彩礼还要说的比别人低，那得多丢人呀！真正喜欢她的人，就必须要帮她把这个面子给撑起来。这孩子在说什么呢？哪有买家这样说的？这不是鼓励卖家漫天叫价吗？就前几天，我们村一个嫁女儿的，女方还没读过大学，他们家就收了48万8的彩礼。那我就出58万8的彩礼，别的方面可以省一点，但是这个彩礼关系到徐小姐的面子，绝对不能省。好女婿，不用那么多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彩礼不需要那么高，最近彩礼要不就是28万8，要不就是38万8。你说那个48万8的，今年也就他一个，这已经很多了，怎么能还加呢？那是小琪自己要加的，又不是我说的。可你也不能那样坑人，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你不能一口气要那么多。小琪啊，你给我作证，我没有让你出58万8的彩礼，是你自己要出的，不能怪到我头上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我觉得彩礼就是一个态度，你们也不会在意那些钱，就是需要一个自家女儿被人重视的态度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可不就是要一个态度吗？愿意出多少钱，就说明你对她有多重视。所以我才加10万，我要让你们的邻居都知道，你们家的女儿很受重视，嫁过去不会受委屈。那你也不用加那么多钱，跟他家一样就可以了。不能一样，我必须得加这10万块钱，这样才能显得你与众不同，才配得上你在我心中独一无二的地位。还是小琪明事理，人活着就要争那一口气，咱们又不比别人家差，不能被别人给比下去。看来这门亲事说成的可能性很高，但怎么都感觉是坑了人呢？小琪，你是一个明事理的人，但我丑话还是要说在前面，除了彩礼，别的礼数还是得讲。那是自然的，别人有的，他也不能没有，咱们还要做得更好才行。现在结婚都要5金，你这里没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，5金方面我准备了10万块钱预算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第7次相亲，成功获得世界上最健康的肺。我的老天爷，终于结束了。我这边的要求都说完了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呢？我就想了解一下，徐小姐出嫁，你们打算出多少陪嫁？陪嫁？陪嫁，我会风风光光的迎娶她，不让她掉面子。你们也该风风光光的把她嫁出去，不会让她掉面子吧？那个陪嫁，你想要她风光的嫁出去，当然也可以，但那个陪嫁的钱得男方自己出。阿姨，你的意思是你女儿出嫁，你们做父母的1分钱都不出，就让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嫁出去？你要觉得这样不好，你可以给她多添置一些嫁妆，我们不反对。我添置的再多，那也是我这边的态度。我希望除了我这边的态度之外，她还能够感受到她父母的态度。这个，我希望她在出嫁的那一天，能够感受到来自于父母的爱，而不是像一个孤儿一样的离开这个家。我们可以陪嫁3床被子。所以，阿姨，你的意思是，出嫁那天就让她带着3床被子和58万8的彩礼出嫁？不是，彩礼是给我们的，不是给他的。彩礼他1分钱都不能带走，这是留给他弟弟以后娶媳妇儿的。阿姨，我没有听错吧？你不只是不出嫁妆，连我给他的彩礼都要扣下来。我不是和他说了，他们要的彩礼不会给我，陪嫁也没有的吗？为什么还要这么说？彩礼当然要留下来，我们把他养那么大，花了那么多钱，要你一点彩礼过分吗？不是，阿姨，你这不是在嫁女儿，你这是在卖女儿呀？难道你们养女儿不是因为对女儿的爱，而是要当做一笔生意才做吗？儿子跟女儿那能一样吗？儿子能给我们养老送终，女儿能吗？我把她养大，供她读书，花了那么多钱，你想1分钱不花就娶走？天底下哪里有那么便宜的事情？娶她我不会1分钱都不花，我承诺的那些每一桩我都会落实到位，只会比别人给的多，不会比别人给的少，请不要污蔑我的诚意。你给再多，还是要她带回去，那不等于1分钱都没花吗？不只是彩礼要带回去，还要我们补贴嫁妆，掏我们的钱，当我们是傻子吗？阿姨，你错了，彩礼和嫁妆这些钱都是落到了你女儿的口袋里，是她的婚前财产，会受到法律保护的。就算离婚，这些钱也不会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分割。他和我妈吵，原来是在给我争取权益。我不管那些，反正彩礼不可能给他带走，你要能接受你就娶，你要不能接受就别娶。徐小姐，这一次相亲我对你很满意，我愿意付出我的所有来换取和你一辈子的幸福。我感受到了你的诚意，可你这个家庭太过重男轻女，我怀疑我所有的付出到底是你获得了，还是这个一点都不尊重你的家庭获得了？很遗憾，我们有缘无分。快滚吧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曹阿姨，这个家庭不适合，我们走吧。那我们走吧。你别走啊，有话好好说，还可以谈的。徐小姐，等你哪一天能够摆脱这样的家庭再来谈吧。
否则一切都是枉然。只要我还活着，你就别想把彩礼带走一分。够了，你怎么一直都这样？一看到我要幸福，就千方百计的搞破坏。我到底欠了你多少？你打算要坑我到什么时候？你说啊！齐洛关上车窗，还能听到厨房那边母女俩争吵的声音。小齐啊，我也没想到他家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我要早知道就不会给你介绍了。那谁能想得到呢？你送给他们的礼物，要不要我帮你讨回来？送出去的礼物哪里有要回来的道理？这样太不体面了。还是你大气，别灰心，阿姨明天再给你介绍几个好的。真的吗？那明天见，一言为定。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是不是又没有谈好？没谈成，准备下午那一个吧。这一次又是因为什么？他家太重男轻女了，要58万8的彩礼，一分都不能带回，还不给嫁妆。除此之外还有5金、下车费啥的，一分都不能少。行了，你不要说了，没有那些别的，就58万8的彩礼，我们也出不起。那些杂七杂八的加在一起也有30、40万。现在行情已经这么高了吗？我打听过没有，这么高的，这一家有点欺负人了。不适合就算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今天下午不是还有一个吗？没事，下一个会更好。慢慢来，你年纪也不是很大，只要努力还是能找到的。哎，不去说那些不高兴的事情了，说一件高兴的事吧。什么高兴的事？我买房了，30一厅，140平的电梯房，就在南门街的恒客园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买房子呢？那房子很便宜，首付只需要几万块钱。我想着现在这房子爬上爬下的也挺累人的，你们年纪又大了，身体扛不住，所以就买下来了。首付几万，可房贷会很高吧？不高，我明年就会升职加薪，到时候我的住房公积金差不多就可以覆盖房贷了，没有任何压力。听到齐洛这么说，老两口表情这才轻松一些。说了几句，齐洛就带他们去看新房子。以前总羡慕那些住电梯房的人，没想到到老了，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。感觉我都成上等人了。齐洛站在阳台看风景的时候，齐妈还小声的跟老伴说着：“虽然我们家儿子还没有结婚，但是我们的儿子愿意买这么好一套房子给我们2个老的住，也不比他们的儿子差。”是的，要说羡慕，也该他们羡慕我们。下午，齐洛就带着礼品去见王阿姨，进行第2场相亲。小齐呀，这次这个是我弟弟的女儿，叫王婵，是农村人，但离县城很近的，那可有孝心呐。高中毕业，在家待了2年，要留在家里照顾老人。有孝心，现在这么孝顺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。要是一点优点都没有，我能介绍给你吗？他爷爷奶奶都健在啊，爷爷奶奶没在了。那留在家里是照顾哪位老人呢？照顾父母呀。齐洛车开到的时候，女方父母都在门口迎着，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。看着才40、50岁的人需要照顾吗？还是说现在农村人已经这么娇贵了，40、50岁就需要子女来照顾了？小婵呢？相亲的来了，他人去哪里了？在家里害羞着呢，不好意思出来。害羞？这侄女是会害羞的人吗？立人设可以，但是不能立得太夸张呀。让她下来吧，相亲嘛，都不见面，怎么相亲呢？我去喊她。这就是小婵，你看长得还可以吧？很漂亮啊，这不妥妥的精神小妹吗？哎，嘴上必须得说漂亮，而且还得是很漂亮。叮，女主就位，相亲正式开始。半小时后，宿主可以获得游泳健将的奖励。半小时内主角离场，相亲失败不会获得任何奖励。游泳健将，这是个什么鬼奖励？难道我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溺水之劫吗？不管怎么说，这样的奖励对自己都没有坏处，还是要努力的争取的。那是你的车吗？是我的，前些天才买的兵马七系。我可以坐一下吗？当然可以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兜兜风，将他带上车去兜半个小时的风。这次相亲活动岂不就成功了？我不介意。说完之后，又发现太不矜持了，马上又低下了头，一脸害羞的样子。这一来就要把女儿带出去，感觉有点不靠谱啊。相亲是他们2个年轻人的事，我们几个年纪大的就不要掺杂进去了，要不然他们话都不好意思说。行吧，那你们就一起出去玩去吧。这话才说出来，王婵一个箭步就冲到了车里。齐洛刚撞，看到王婵已经拿着手机在拍照，见他进来又害羞的低下了头。没事，拍吧。我刚提车的时候也拍了很多照片，没必要这么矜持。我更喜欢活泼开朗一点的女孩子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谁喜欢跟那种半天蹦不出一句话的人来交流呀？那得多累。哎呀，哥，你不早说，我妈就要我装矜持，让我少说话，可把我给憋死了。这妹子之前是夹着声音在说话吗？我妈跟我说，能不说话就不说话，别把相亲对象给吓跑了。我当时就纳闷了，几句话就能吓跑的相亲对象，那要这有啥用呀？哥，你说是不是？很是。突然有一点后悔刚才的提议了。其实哑巴也没啥不好的嘛。有槟榔吗？那个，我不吃槟榔。哥，再过去一些，那里有一个小卖部，要不我们先去那里买包华子和槟榔？好的。我没钱，哥，你能出钱不？能，必须能。车子开到小卖部门口停下来，2个人都下了车。店铺里有一些闲人。馋妹子都坐上弼马了，牛逼啊！这帮老头。这是我相亲对象，我姑妈介绍过来的，你们别跟我在这里胡说八道。王婵走进了店铺里面，拿了一包槟榔，又拿了一包华子。老板，结账。125。好的，已经转过去了。王婵已经撕开包装袋，里面有一个抽奖2维码，他先叼了一颗槟榔进嘴里，然后拿手机扫了一下。我操，520，这么好的运气吗？几个闲人都不淡定了，赶紧过来看。真的中了520，馋妹子，你今天运气这么好吗？不是我运气好，是我哥运气好，沾了我哥的运气。红包来啦！那520块钱的奖励直接转到了他绿泡泡上。哥，加个绿泡泡，我把钱给你转过去。这妹子不赖啊，
穷的都崩老头了，中了奖居然还要给我，不用转给我，这是你抽到的奖，你就留着吧。没这个道理，你出的钱中了奖当然归你，加吧，别啰嗦了。本来就只是逢场作戏，没必要加好友，但人家都提出这样的要求了，拒绝那肯定是不适合的。看齐洛点了收款，王禅才满意的收起手机，嚼着槟榔上了车。想去哪里玩？县城还是市里？市里。好，咱们就去市里玩。没过1分钟，王禅又改变了主意。县城吧。没问题。哥，我要带2个朋友一起玩，你会介意吗？我们2个相亲，你带2朋友做什么？邪魅氛围，找2大灯泡来当灯光师啊。你的，2个都你的。见齐洛没有搭话，又说道：不带也没问题。为什么要带2朋友呀？想在他们面前装的13，让他们看一看我现在做的弼马，让他们感受一下我的人脉。这该死的胜负欲。没问题，你叫吧，可别叫多了，咱们这车载不了太多人。谢谢哥。王禅打开绿泡泡，在好友列表里选了2个姐妹，群发消息：今天去县城玩不？婵姐带你们做弼马。你哪里来的弼马？我相亲对象开的弼马7系。婵姐牛掰，姐夫牛掰。2妹子都发来夸赞他的消息，很快就同意了跟他一起去县城玩。他们都答应了，哥，咱们先不去县城，先去接他们2个，行不？没问题。到路口了，先往那边开去，先去接小红。好的。齐洛往王禅指的那个方向开过去。过了一会儿，王禅有一些不好意思的跟齐洛说：哥，他们2个也很穷，去县城玩，可不可以你来买单呀？只要价格不是特别离谱，我这里是没问题的。那你放心，都是姐妹，不会坑我的。100块以内。100块以内能做什么？100块够用了，他们要是敢花的超过100块，我剥了他们的皮。不至于，你今天中了520，就照着这个钱花呗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我开弼马7系的，我骗你做什么？哥，你太好了。这是应该的。哥，你放心，我是懂规矩的人，我身份证都带了，不会让你白花这个钱的。听到王禅的话，齐洛猛烈的咳嗽了起来。现在的女孩子这么苦吗？哥，你肺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我的肺很好。哥，我看到小红了，前面穿白色羽绒服的那个，就是你按一下喇叭，到她那里停一下。短裙丝袜，她不冷吗？不冷的哥，那是光腿神器，比秋裤还要厚实得多，加绒的。姐夫，你这车真漂亮，太有实力了，简直。就这么确定关系了吗？就普通一车，没啥实力。这车可不是一般人能开得起的。晚上我要回家吃饭，你们去哪里我可以把你们送过去，但我没法陪你们一块儿。为什么呀？我今天家里搬家，今天晚上第一次开火，叫了兄弟和朋友聚一聚，所以得回去吃。哥，你买了新房子啦？是的，才买不久的房子。姐夫，你真厉害。要不今天晚上我们不去外面吃饭，去你家里吃饭？这样啊？婵姐，这样不好吧？他们家大人在呢。怕啥？我是他的相亲对象，哥，你想啊，乔迁新居要热闹，第一顿饭就要人多，这样以后日子才能过得红红火火。我带2个姐妹过去，就多了3个人，那不是更热闹了？好像也有道理，那就这么安排吧。等会儿我给我妈打个电话，让她多准备一些饭菜。这样不好吧？我什么都没准备，就这样空着手上门。没事的，人多更热闹一些。可是我现在这个打扮，虽然我自己挺喜欢这样的，但是大人肯定不喜欢，我可不想被人嫌弃。这打扮挺好的，洋溢着青春的气息。那行吧。哥，你往前面开，到第2个路口，咱去接我另外一个朋友呗。车子又绕了几个弯，前方出现一个蓝发妹子，热裤配肉丝，外罩长风衣，典型的精神小妹。前面那个是不是你姐妹？是的，哥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一身打扮还不够明显吗？你们身上洋溢着的那股青春气息，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。小兰上车后，车内顿时充满了年轻女孩的喧闹声。齐洛则倒了车，调转方向去县城。齐洛请他们一人喝了一杯柠檬水，看着旁边欢声笑语的姑娘们，陷入沉思。这几个妹子连喝一杯柠檬水都要拍照留念，也许对他们来说，几块钱一杯的柠檬水也属于奢侈品。他们怎么不自己挣钱来花你？算了，还是不随便地位教育了，免得遭人烦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第8次相亲，获得游泳健将技能奖励。这不错，这次任务完成的轻轻松松。齐洛也没有马上就走，而是继续留在这里，给姑娘们做买单人。妈，晚上多准备几个人的饭菜。又有朋友要过来吗？晚上我会带王阿姨介绍的那个相亲对象过去吃饭，她还带了2个朋友。啊，这就要带上门了吗？我要不要包几个红包？要包多大的红包才适合？淡定，就是带几个人过去热一热灶，没有别的象征意义，不要多想，也不用包红包。人家愿意来你家，怎么会没有象征意义呢？不是我多想了，是你少想了。妈，你不要用老一辈的观点来看新一代的人，真的就是一起吃个饭，暖一暖心房。你呀，你啥都不懂。齐洛陪着3个精神小妹喝了蜜雪冰城，又陪着他们吃了便宜又好吃的烤肠，还开车带着他们去了全县唯一的一家溜冰场，请他们溜冰。车子驶入小区时，3个妹子扒着车窗惊呼：哇，朋克园，咱们县最豪华的小区，哥你太厉害了！姐夫真牛逼，太有钱了，姐夫。这里的房子也不贵，我这一辆车就可以买2套。 3个妹子此起彼伏的惊叹声在车内回荡。齐洛嘴角微扬，终于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和这些精神小妹来往了，花点小钱就能获得如此热烈的情绪反馈，确实很值啊。哥，你爸妈好不好打交道？看到我们这个样子，会不会凶我们？小兰和小红也紧张的看着齐洛。不会，他们很好说话的，你们不用拘谨，就跟在自己家一样，展现真实的一面就好。
那我知道了。齐妈满脸期待打开门，看着3个染着红黄蓝头发的女孩站在儿子身后，手里提着一堆东西，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。这臭小子带了一堆什么人过来啊？阿姨好，人来就可以了，还送啥礼物呢？应该的，总不能空手而来。妈，这是馋妹子，王阿姨介绍的相亲对象，这是小红，这是小兰。哦，你们好，欢迎来玩。这头发颜色倒是好认，可儿子真要找这样的媳妇，以后会不会挨打呀？一进门，3个妹子就开启了惊叹模式。哇，哥，你这个房子好漂亮，装修太豪华了。这就是有钱人的家吗？带我们参观一下吧。齐洛笑着带他们参观各个房间，还介绍了在厨房忙碌的齐爸。原本安静的房子顿时充满了叽叽喳喳的说话声。齐爸齐妈在厨房里面面相觑。那女孩子长得还行，可一头黄毛，嗓门又粗，一看就不好惹。是啊，这儿子不会被欺负吧？搞不好衣服一脱，满身刺青。孩子喜欢就好，咱也管不了。跨年他就30了，有个伴总比没有强。只能这样了，希望会变好吧。齐洛正帮3个妹子到处拍照，这时手机响起，是小峰来电。你们现在动身了没有？正准备动身。齐洛，你还记得周胖子吗？记得，怎么了？他现在在我这里，他也想过去。好啊，多年没见的朋友，正好聚聚。10几分钟后，门铃响起，小峰提着2瓶酒，带着2个孩子站在门口，身后跟着略显尴尬的周胖子。胖子，好久不见，一点没瘦啊？减肥太辛苦，不减了。时间真快，这哥俩都长这么大了。那你快点结婚生一个啊！结婚生子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一下子又来了4个人，家里顿时热闹起来。齐妈看着他们提着的礼物，眼里带着笑意。你说你们这么客气做什么？人来了就是情分，还带什么礼物？怎么能空手上门呢？这次过来还有件事情想让齐洛帮忙。什么事？在最困难时帮过我的人，我一定会尽力相助的。我堂弟明天结婚，女方突然说低于50万的车不要去接他，我找了好几天都租不到。看你朋友圈发的逼马七系，能不能借我去坐婚车？自从他还钱之后，我们就没啥联系了。现在一见面就求助，真是挺不好意思的。没问题，一句话的事。你放心，我堂弟家不差事，不会让你白帮忙。这个无所谓，冲着你的面子，这个忙我必须帮。现在结婚对婚车要求这么高，哎，谁知道是对婚车有意见，还是对我堂弟有意见呢？其实2年前就订了婚，彩礼也给了，好不容易定下明天结婚，又各种找茬。齐妈和齐爸听得直皱眉头，齐妈往阳台方向看了一眼，不知道那个黄毛丫头会不会也这么做？胖子，真羡慕你，娶了个好老婆。咦，什么好老婆？天天唠叨我不减肥。其实我对老婆很满意的，但在2个婚姻不顺的老同学面前，还是不要表现得太幸福了吧。小峰听到阳台的喧闹声，问齐洛：“家里还有客人？”我相亲对象带他2朋友来了，馋妹子过来玩吧。听到了，哥，我儿子目前没落下风。3个精神小妹来到客厅，小峰和周胖子看到红黄蓝组合，都震惊的看着齐洛。这个胖子是你们的周哥，周哥好。这个帅哥是你们陈哥，正好离婚，是个舍得把钱都交给老婆管的那种古典好男人，你们可以考虑一下。别开玩笑了，没开玩笑，你这次离了婚，从他们里面挑一个比你自己找的靠谱。离婚了就再也不结婚了，这种罪受1次就够了。哎，这话说的好像不太对，我不是说结婚不好，你们该结婚还是得结婚，只是我不想再结婚了。你看他们一看就人美心善，母爱爆棚，怎么可能虐待孩子？此时小兰正嬉皮笑脸的找小峰小儿子要糖果，小红已经从大儿子兜里掏了块钱币。虐待孩子可能不会，但抢孩子零食肯定会。要是找这样的，那我就这养3个孩子了。小峰他们来后没多久就开始吃饭，餐桌上摆着10几道菜，开了几瓶啤酒后，齐洛举着可乐解释：酒驾危险，过年查的严，我等会儿还要送你们回去，就以可乐代酒。酒都不能喝，哥，你还是做小孩那桌去吧。一开始3个妹子还有些拘谨，2杯啤酒下肚就放松下来。小红脱下羽绒服，露出脖子下的纹身，小兰手臂上也露出了纹身。馋妹子，他们都有纹身，你有没有？没有，3年前我去纹身店试过，要在背后纹关二爷，那家伙手艺不精，针一扎进去，痛得我反手就是1拳，跟他打了起来。打赢了没？那必须打赢，姐几个把他店都给砸了。那个纹身师是个细狗，一点战斗力都没有，被我们打哭了。齐妈看着瘦弱的儿子，更担心了。手艺不精还开纹身店，该砸。对，该砸。要被砸的是你，你就不会这么想了。这傻小子，你们经常打架吗？没有，我们不经常打架。阿姨，我们1个星期都未必打1次。婵姐现在很温和了，一般不动手。王婵知道小峰闹离婚，跟他碰杯安慰。陈哥，离婚别烦恼，该离就离，天底下好女人多的是，下一个一定更好。谢谢祝福，希望吧。要是找不到，我给你介绍。你看这个怎么样？人送外号大雷兰，不要财政权，1天50块钱就够了。滚！陈哥，我更好养，1天40就够了。你们别开我玩笑了。叫妈妈，叫妈妈，给你大大的奖励。小峰的大儿子已经上小学，很谨慎的没发表意见。他小儿子纠结了一下，试探着叫了一声妈妈。小兰乐得哈哈大笑，然后给这小孩加了一个鸡腿。乖，这是妈妈给你的奖励。这也算大大的奖励，难道是我不会加吗？3姐妹轮流和小峰干杯，又是安慰又是夸奖，给足情绪价值。一顿饭吃了1个多小时才散场，一件啤酒全喝光了。小峰醉得说话含糊。告辞时，齐洛拦住他：你这样子走路都不稳，就在我家住1晚，明天再走。
周胖子第一个离开，他只喝了不到1瓶啤酒，临走时又确认借车的事。明天要很早过去。你提前打电话，不管多早我都开车过去。兄弟，当年找你要钱真的很不好意思。都是成年人，生活的难处都懂，不好意思的是我。送走周胖子，齐洛看着3个喝多的精神小妹，时间不早了，得把他们送回家了。大门打开时，齐妈快步追出来，手里拿着3个红包往他们手里塞。阿姨，你太客气了，这个不能要。这个是礼数，不能少的。你们不会是嫌我给的少吧？给你们就收了吧，不用客气。出了门进电梯，3个妹子都打开红包，一看全是100元钞票。这个太多了，真的不能要。要是10元面额，100来块钱收了也就收了，可这一给就是1000，我又不会真的跟对方谈下去，拿得太亏心。拿着吧，没多大的事，老人家的一份心意。那我就说这一张吧，再多我真的不敢要了。小红和小兰纠结了一下，也都抽了一张，把剩下的塞给齐洛。婵姐不要，那我们也不能要。有机会可以多请他们出去玩几次，跟他们在一起，看他们叽叽喳喳的闹腾，感觉还挺开心，好像我也变年轻了。那行，下次我请你们溜冰。好呀好呀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开车出城，齐洛先送小兰和小红回家，然后送王禅。等那2个妹子下车后，王禅突然问：哥，我带了身份证。我听你说过。你没想法吗？啥想法呀？就想早点送你回家。不去一趟酒店？没那个必要吧。花了你这么多钱，又没有跟你谈对象，不补偿一下，总感觉亏欠了你什么。没亏欠，跟你们在一起玩的挺开心的。你就不想玩得更开心吗？这样就已经很好了。哥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没有，你挺有趣的，我愿意跟你交朋友。那你不准删我的微信。不会删的，你删我，我都不删你。好，一言为定，我到家了。哥，你回去吧，路上小心点，到家了给我发条消息。好的。王禅走过去推门，发现大门没锁上，扯开嗓子喊：妈，开门，我回来了。没多久大门打开，父母出现在门口。这时齐洛的车已走远。你一个人回来的？跟你相亲那小伙呢？他送我回来的。谈得怎么样？有戏吗？谈得很好，我跟他一见如故，相逢恨晚，酒酣耳热之后，粘土为香，义结金兰，成为了异姓兄妹。以后他就是我干哥，我就是他干妹妹。跟你介绍相亲对象是让你找对象的，不是让你跟人结拜的。这你就不懂了。现在离婚率那么高，夫妻只是暂时的，兄妹才是一辈子的。你这个死女子，给你找这么好的一个对象，你不珍惜，你去跟人结拜，你要气死我吗？王禅赶紧往楼上逃，还被母亲照顾了2下。晚上10点，齐洛刚到新家，就发现父母还在客厅等他。你先等一等，问你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跟那个馋妹子怎么回事？真的要跟她谈对象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们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谈对象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齐妈和齐爸对视了一眼，都从对方脸上看到了释然。那你为什么把她带回家来呢？这样多尴尬。你把她当做我的朋友，而不是我的对象，那就不会尴尬了。这孩子，他们3个不肯要红包，每个人就抽了一张100块的，其余的都还给我了。还给你了。他们闹归闹，还是挺有原则的。其实我觉得那个女孩子为人也不错，看到小峰心情不好，他们几个就安慰她，就是头发有些花里胡哨。别多想了，她有自己的生活，并不想被家庭给束缚，咱们不能强求。你现在也不那么缺钱了，买几件贵一点的衣服吧，让自己看上去好看一点。没问题，我有一套西装，是我入职的那年花1000多块钱买的，遇到重要场合才会穿。明天我就穿上那套西装吧。明天又没人和你相亲。明天我去给胖子的堂弟接亲啊，说不定能遇上几个漂亮的伴娘，看到我长得帅气，又开着豪车，追着找我要绿泡泡求交往呢。真是脸皮越来越厚了。要脸讨不到媳妇，那只能不要脸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天还没有亮，齐洛就被电话给叫醒了。喂，兄弟，准备，咱要去接亲了。好，马上到。系统叮，解锁新的相亲奖励，第9次相亲可以获得1张必中奖的双色球彩票。1张必中奖彩票没有体会中级等奖，应该指的是1等奖吧？最低也得是2等奖。系统就没有出过太低的奖励。齐洛洗漱之后，穿上了装门妹的一套西装，还将一双皮鞋刷得蹭亮。这是去给人家接亲，可不能穿得太随便了。齐妈正在做早餐，看到儿子西装革履的出来，上下打量了一遍，总算有个人样了。你要是昨天穿成这个样子，也许那个馋妹子就看中你了。那不会，我昨天要是穿成这个样子，她只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古板的人，躲得远远的。出门的时候，齐妈又叮嘱了一声，路上小心点，注意安全。知道了，妈。齐妈做的早餐也比较简单，就拿昨天剩下的鸡汤下了几碗面条，面条才下锅，就敲了一下客房的门，叫小峰父子3人起来吃早餐。小峰，起来收拾收拾，吃饭了。叔叔阿姨，齐洛呢？他接亲去了，一大早的就出去了。哦，吃完早餐后，小峰带着2个儿子告辞，齐妈又追过去给2个孩子1人1个红包。小峰走后，老2口感慨：这孩子摊上那么个媳妇，以后一个人带2孩子也挺不容易的。带着2个儿子再找个媳妇儿都难。希望我们的儿子能找一个贤惠的媳妇，千万不要遇上那种做精了。上午，齐妈正躺在沙发上玩着手机，在一个广场舞的群里面求人给他儿子介绍对象，突然就有人发过来一个短视频，还发了一条语音：二大桥有人跳河了。他也没有太在意，点开视频看了一下，忽然就一愣，桥头那里有一支婚车队伍停在那里，最前面的那一辆车，好生的面熟，跟齐洛的车一模一样。怎么回事？谁跳河了？说是接亲的新郎跳河了。大喜的日子，新郎为什么跳河？好像说是临时要下车费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，新郎气不过就跳河了。不会那么巧吧？他们说新郎跳河之后，那个开婚车的司机也跟着跳了下去，好像是要救他。视频里面那辆车是儿子的，没错了。这跳水的人不会是齐洛吧？这大冷的天，他自己又不会游泳，不会那么傻吧？
齐妈赶紧找到儿子的手机号码，拨打了过去。妈，找我有事吗？我刚刚在一个微信群看到，有人说二大桥有新郎跳水，司机也跳下去了，我还以为那个司机是你呢，快把我给吓死了。是我，才过去半小时，你就知道了吗？是你？齐妈听完顿时火冒三丈，原地打了一套军体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这大冷的天从桥上跳下去，你就不怕淹死吗？你要是淹死了，你让我和你爸怎么活？我这不是没事吗？我还救了一个人呢。那你伤着了没有？没事，一点伤都没受。齐妈这才稍稍安心，但想到儿子冒险跳河救人的场景，还是心有余悸。一时间突然想起什么。你不是不会水的吗？怎么又游泳技术强了？是这样的，你也知道我上班的地方是国企，福利挺好的，每个夏天都会给我们发游泳票，可以免费去游泳，然后就变成游泳健将了。那个新郎怎么样了？身体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情绪有点糟糕，但他父母已经赶过来了，有他们看着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他为什么要跳河呀？这个一言难尽，等会我回去再说吧。结束通话之后，齐妈情绪终于平定了下来，然后才开始为自己的儿子骄傲。看到群里面还在讨论新郎跳河的事情，就在里面说了一句：跳下去救人的那个司机是我儿子，我刚打电话问了一下，新郎已经救上来了。琪姐，真的吗？司机是你儿子？你儿子太厉害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大好的日子，新郎为什么要跳河？他们说为了下车费，是不是真的？我听说前2天他们还把新郎叫过去骂，找理由刁难，让他下跪。真有那么恶毒的女方吗？我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等他回来再好好的问他。齐洛回来的时候已经换了一身衣服，手上提着2个大塑料袋，里面装的是他换下来的湿衣服，但看起来神情郁闷。怎么啦？没什么。齐洛把那些湿衣服扔洗衣机里面，还说了一声：幸亏我这手机是防水的，要不然你这个电话打不通，可不要急死了。可不是嘛，我在群里面看到那个视频，看到你那辆车，差点就把我给吓死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好端端的新郎为什么要跳河呢？我不知道。你不是去接亲的吗？怎么也不知道？不知道，不清楚。我们不能造谣传谣，这个事情不能乱说的。那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跳河呀？琐事，就一些婚礼的琐事，跟彩礼绝对无关。我也没问是不是和彩礼有关呀。我听说谣言，全都是谣言。我都还没说他们说的什么，你就说他们说的是谣言？必须是谣言，所有的说法都是谣言。妈，你不要传播那些东西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别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给弄进去了。那么严重吗？不信谣，不传谣，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我还听他们说，那也是谣言。我都没说是什么，因为所有的都是谣言，女方说什么那就是什么，没被女方认可的说法都是谣言。要是随意传播，引起了对女方的网暴，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男方现在没什么事了吧？应该不会再去做傻事了吧？没事了，我看到他了，也看到了他父母，他应该是不会再做傻事了。面对这个残酷的、不讲道理的婚姻市场，如果儿子也被那些所谓的婚礼琐事逼得跳河，不敢想象我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齐洛脑海里还回荡着一些声音：不要因为你的正当行使权利而造成对他人不利的后果。要是因为你的言论让女方遭受网暴，做出极端的事情来，你是要负责任的。这种事情传扬起来，对我们地方上的形象很不好，会让我们这边的女孩子更难嫁出去。你在这上面签字，对于发生在你车上的事情，一个字都不要说出去。行车记录仪上面的内容，把它删了吧。齐洛被冰凉的河水包裹住的时候，都没有感觉到有那么冷，但那些话让他心生寒意，一直冷到了现在。你要是觉得结婚不好，以后我们也不逼你了，你想结就结，不结就不结。我只是听到了一些传言，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何况事情就发生在儿子那辆车上，而且齐洛还跳下水去救了人，得受到什么样的冲击？你们不要担心我，我只是从桥上跳下去，受了点惊吓，缓不过来。婚还是要结的，有相亲的对象还是要给我介绍。但以后我们要认真的跳，不要着急了。遇到一个不贤良的，真的会毁掉一个家庭。现在的女孩子，现在的女孩子也有正常的，不能一概而论。但这个风气终究是坏掉了。吃完饭，齐洛一个人坐阳台上发呆，脑海里还是在回想着婚车上那激烈的侮辱性极强的话语，新郎那一声还不孝的绝望，还有从水中捞起来时那一脸的死意。兄弟，谢谢你，你救了我堂弟一家。不用谢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他们调解的怎么样？女方现在的意思是可以继续结婚，继续结婚。他家不想退彩礼，不想赔偿损失。他们在车上说的话，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呢。可是他们听到你行车记录仪上面的内容被删掉之后，就不承认那些东西了。我行车记录仪上面的内容虽然删掉了，但它是联网的，录制的那些东西储存在云上了。兄弟，能复制一份发给我吗？可以，等我一会儿。齐洛登录账号，下载云储存的内容，然后就发给了周胖子。谢谢兄弟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过来，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在齐洛耳边响起：我不是让你把行车记录仪上的内容删掉吗？我不是当着你的面删掉了吗？那云储存的呢？可你也没让我删云储存的呀。你又没告诉我你这个行车记录仪有云储存的。你也没问我有没有呀。
你这是在乱上添乱。过了一会儿，周胖子又发来绿泡泡，他家承诺还1半彩礼，但要我们删掉你刚才发来的东西。不要相信，兄弟，真的太感谢你了。他家返还了1半的彩礼，就1半。兄弟，你是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呀，能1半已经相当不容易了，这1半都还是他们东拼西凑进来的，我堂弟给过去的那些钱早就花光了。算是调解完成了吗？是的，刚刚才出来，现在肚子饿的要死，我们先去外面吃点东西，等会儿就去你家感谢你。感谢就算了，让他们回去好好休息，好好的开导一下你堂弟吧。下午4点多，周胖子带着他堂弟还有堂弟的父母拿着大包小包的礼物过来道谢。送这么多东西来做什么？这太破费了，你们拿回去吧。这是应该的，齐洛救了我儿子一命，怎么感谢都是应该的。叔叔阿姨，这些也没有另外出钱来买，都是婚宴定下来的，现在婚不结了，这些东西也不好退，你们不嫌弃就收下来吧。能保住儿子的命就已经是万幸了，以后再也不逼着儿子结婚了，想怎么活就怎么活。兄弟，真的是感谢你了。现在想想，做那样的傻事，除了惩罚自己，惩罚自己的亲人，对别人造不成任何伤害。我以后会好好活下去的。听到他这样的表态，齐洛郁闷的心情总算是好了一些，这算是真正的就毁了一条生